攻破，百姓们惶恐万分，纷纷奔走相告。不好了，宜州城破了，戎羌人打进来了。真的？据说太子殿下遭人偷袭，如今下落不明。秦王殿下退守4州城，已经放弃咱们宜州城的百姓了。大家赶快逃吧！等戎羌人打到咱们这里来，大家就是想逃都没命逃了。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宜湾村各家各户。姐姐，怎么办？娘和二姐还在偏坡上开荒，可是奶奶都在催促大家收拾东西了。江河，你去紧紧跟着三叔三婶家的苏江海，姐姐去把南和你二姐找回来。1个时辰后，大家就出发去山里。那我们都走了，你还怎么找到我们呢？你放心，姐姐自有办法找到你，相信姐姐。穿越到这个世界已经3天了，结合原主的记忆，他很快就将自己融合了进来。蝗虫过后，宜州城范围内连续2年颗粒无收，若不是靠朝廷救济，这2年恐怕得饿死不少人。戎羌人就是看凤梨国天灾不断，以为机会来了，便想趁机掠夺凤梨国的国土。强敌入侵，百姓的命就跟蚂蚁一样任人拿捏。这种情况，想要活着就得靠自己了。那小平，锄头还在地里，人呢？姐姐，姐姐，是苏小平的声音。别过来，你们别过来。那小平，姐姐，我叫你不要过来。哟，这不是苏家那个出了名的丑八怪吗？苏小彤脸上有一块巴掌大的红斑，受那块红斑影响，不管苏小彤的五官如何的精致，在旁人看来都是丑八怪一个。那又怎样？累他，你看这丑八怪还挺泼辣的，和传说中的不太一样啊。这个虽是丑，不过好在年轻，既然送上门来了，那咱哥俩就勉强尝尝味道呗。姐姐，你快跑！他们是大水村的李赖子和张麻子，他们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。小平，娘怎么了？被他们踢了一脚，摔到头，昏过去了。竟敢打我娘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丑八怪，你还听了？够味！苏小彤二话不说，一拳打到李赖子的鼻子上。来真的，你个丑八怪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苏小彤一个反转，避开了张麻子的匕首，还顺道将张麻子的匕首夺下来。如果我不及时赶来，你们刚才是不是就想毁我娘和妹妹的清白了？他牙齿一咬，匕首便猛地在张麻子的腰下划去。你奶奶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不是想要对女人行不轨之举吗？那便没收作案工具。丑八怪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这么说，我若不杀了你，就是给自己留后患。别杀我，别杀我，杀人是犯法的。戎羌人打进来了，宜州城的人都跑光了，府衙尚且自顾不暇，那所谓的律法还有用吗？这匕首还不错，一个意念便收入空间。姐姐，你不一样了。怎么不一样了？苏小彤蹲下身去，不动声色地给赵东岳把脉。姐姐以前胆小自卑，怕见人，别说是与人发生冲突了，就是别人多看你一眼，你都会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下去。人是会变的，姐姐以前那样活着太憋屈了，所以从今往后，姐姐变换一种活法。小平，还记得我前几天从山上摔下来磕破额头的事吗？我当时伤得挺重的，还去阎王殿走了一遭呢。但阎王爷说我是玉皇大帝的亲闺女，不敢收，所以就放我回来了。还有这种事啊？阎王爷担心得罪玉皇大帝，放我回来之时，不仅教了我许多本领，还给了我一件法宝。看，就是这个了。姐姐以前确实没有这枚戒指。姐姐，既然阎王爷教了你很多本领，那你快看看娘怎么样了？我刚才给娘看了，没事，就是惊吓过度，又撞了脑袋，才昏迷不醒的，一会儿就没事了。不想让苏小平担心，事实是赵东岳的脑袋里面有一小块隐藏了多年也无法吸收的淤血，那块淤血压迫着神经，赵东岳才会变得只有5、6岁孩童的智商。两人一个背着一个扶着，慢慢的沿原路返回。苏小平猛然发现山下的小道上竟然来了一队士兵。小平，蹲下。姐姐，怎么了？苏小彤仔细观察那些人的衣着，这不是凤梨国的士兵。5年前，原主的父亲被官府征兵，他见过父亲穿的兵符。那时候小弟才出生，如今都5岁了，父亲却还没回来，也没有了任何的消息。目睹那队士兵去了大水村的方向，苏小彤暗中松了一口气，还是让娘赶紧醒来。3人相互搀扶着走路比较快。苏小彤用力在赵东岳的人中穴掐了掐，几个呼吸之后，赵东岳悠悠醒转。小彤，有坏人，坏人！娘，小声点，我们刚把那2个坏人甩掉，你可别又把他们引来了。我不说话，不说话。娘，别害怕，以后小彤保护你，坏人再也不敢欺负你了。好，那咱们悄悄地跑回家，好不好？好，小彤的胆子变大了。我们走。苏小平忙在旁边搀扶住赵东岳，看到荒地里的锄头，苏小平犹豫着要不要去拿，还是母亲比较重要，就先放在这里吧。
苏小彤手掌照过去，意念一转，便悄悄地将锄头收入空间。身为现代神秘基地的一员，他和队友都有一枚内藏空间的蓝色戒指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的血滴到戒指上，误打误撞地开启了戒指内部的空间，像是与灵魂有了契约。即便是穿越过来，换了一具身体，这戒指也还是跟着他。在路上，苏小彤把荣羌人攻破宜州城的事告诉了他们。赵东岳听得懵懵懂懂，苏小平则是一脸的震惊。姐姐，咱们村里的人都得到山里躲起来嘛。宜州城被攻破，这里显然是没法住人了。要想活命，就只能是逃离这个地方，远离战场。那荣羌人打进来，就要为难咱们平民百姓吗？听说荣羌人嗜杀成性，所以我们只有暂时离开。姐姐懂得真多，以后我们都听姐姐的。半个时辰后，三人到达家里。姐姐、奶奶和二叔、三叔他们全都走了。村子里也是冷冷清清的，不见一个人影子。他们应该是上山了。那他们上了哪里的山？东面山上的林子里，那边的山腰上有一个很大的洞。是了，他们肯定是去那里了。现在天都快黑了，估计他们也不会再赶路了。小平，你和娘去屋里看看有什么能收拾的，我去厨房看看。粮食都收得一干二净，只剩下了几个破碗。他张目瞧了瞧，从土坯墙上拿下父亲的弓箭。怎么办？小童，我找不到江河了。娘，你别担心，他现在应该已经跟着三叔他们上山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们拿上包袱，立马去找他们。三人一路奔波，天黑之时，终于到达山洞前。谁？刘志哥，是我。是你们啊，快进来吧。可知我三叔三婶他们在哪里？他的声音真好听，如天籁，似莺啼，即便是简短的一句话，也让人痒痒酥酥的，为之陶醉。刘志发怔地看着他，迟迟没有回话。不得不说，苏小彤没有红斑的那边脸还是挺漂亮的。苏小彤眉头皱了皱，往洞里走去。我知道他们在哪里，我带你们去。这石洞内部空间极大，单是主洞宇就能容纳几百人。这里不只是咱们鱼湾村的村民吧？附近几个村庄的村民也有过来的。娘、大姐、二姐，你们终于来了。江河，娘还以为找不着你了，娘好担心的。娘不用担心，江河很乖的，不会乱跑。娘也很乖，不会乱跑。苏家二叔和三叔在李正的分配下，目前在外面巡逻，其他人正在拿着从家里带来的干粮填肚。苏小彤三人的到来打扰到了他们。苏老婆子趁他们坐下的空档，偷偷往嘴巴里塞了一口烙饼。苏家二房有一个女儿和2个儿子，三人看苏老婆子的举动，有样学样，也都悄悄地往嘴巴里塞烙饼。苏家三房有俩儿子，苏江海和苏江湖。苏江海拿着半块烙饼，怔怔地看着什么都没有的苏江河，不知道该不该吃。烙饼都被苏老婆子控制着。苏江海和母亲每人分得了半块。苏小彤的目光直直地向苏老婆子望过去。奶奶，还有烙饼吗？苏家目前没有分家，大家吃一口锅里的，没道理人人都有的吃，就大房这边没份。之前收拾东西，大家忙里忙外的，就你往外面跑，你啥都没跟着做，还好意思要吃的？那你的意思是就不管我娘和妹妹的死活了吗？他们爱乱跑，与我老婆子有关吗？难道我娘和妹妹去偏坡那边开荒，不是你要求的吗？我今天又没叫他们去。不对吧，奶奶，你一大早就叫他们去了，还嫌他们起晚了，不给饭吃呢？你个赔钱货，一点孝道都没有，还敢顶撞我老婆子，犯了不成？小童，咱们不惹奶奶生气。娘，没事，奶奶，我是女的，你也是女的，说我是赔钱货，难不成你也承认自己是赔钱货吗？你娘，你别生气，跟这种人置气划不来。二婶，我是啥人了？真是丑人多作怪，你难道不知道她是奶奶吗？身为小辈，你能这么跟长辈说话，真是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。你再给我说一遍，谁是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？苏老婆子怕被人家笑话，赶紧道：坐下去，你还嫌不够丢人现眼吗？若是怕丢人现眼，你们就把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。骂你一句怎么了？好歹我是你长辈。你算哪门子的长辈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是你撺掇着奶奶把我卖给大水村的葛瘸子的。原主自卑懦弱了15年，在被送去大水村的前一晚，总算是勇敢了一回，趁着夜色逃跑了。可惜他慌不择路，一个不慎从山上摔下来，磕到脑袋便晕过去了。正巧刘志从邻村做工回来，遇见原主，便将其送回苏家。葛瘸子的名声不好，杨翠也知道那是做的缺德。小童，我哪里撺掇着奶奶把你嫁给葛瘸子了？你可别胡说八道。苏小彤，你不得了了！我老婆子身为你的奶奶，还没资格做主你的婚事了吗？婚姻大事向来秉承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单是父母之命这一条你就不行，你如何能做主我的婚事？这人是
是中邪了吗？从山上摔下来，昏睡了1天1夜，醒来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。苏小彤，你娘是一个傻子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就她那样的傻子，还能做主你的婚事？我娘是不是傻子，与你有何关系？不得了了，反了！你居然敢跟祖辈叫板！你一个丑八怪配个瘸子咋的了？难道你还想让哪个青年才俊看上你不成？吵闹声引来了李正、孙宏斌。现在荣乡人都打到咱宜州城了，你们还有心思吵吵？能活着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李正大伯既然来了，那小女便请李正大伯帮忙评评理。李正大伯，我们苏家还没有分家，按理说这15都应该公平分配，可是我们大房这边天天埋着头干，到最后却是得不到几口吃的。苏小彤，你说话可得讲良心，瞧你们那身板，就算是埋头干，能养活你们自己吗？说到底，你们还是沾了别人的光，别不知道感恩。那你如何敢肯定我们就养不活自己了？你是能背还是能挑啊？若是把你们大房的4人分出去，保证你们活不过3天。看来奶奶早就想把我们分出去了。小彤啊，你就少说2句吧，好歹她是你奶奶。李正大伯，既然我奶奶想把我们分出去，那我们便成全她。啥？我们分出去？小彤啊，你可不能任性妄为，你不为你自己考虑，也得为你娘和弟弟妹妹考虑啊。小贱蹄子，还敢分家，也不怕饿死？请你老人家把嘴巴放干净一点。还骂不得你了。行行行，你想分出去，那就分出去，分就分。小彤啊，这得征求你娘和弟弟妹妹的意见。李正大伯，我们听姐姐的，姐姐说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听小彤的，我们都听小彤的。我也听姐姐的。分出去以后，你们大房从此以后就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。现在分家，唯一有的大概就是苏老婆子紧紧看守着的那几袋粮食了。奶奶，既然分了，那粮食也得分我们一点吧？粮食哪有粮食？我们家有多少粮食，你还不清楚吗？这段时间家里煮的都是野菜糊糊。既然都分家了，一点吃食都不分出去，也说不过去。被李正盯着，苏老婆子迫不得已地把装土豆的口袋扯过来，心痛地从里面抓出一些土豆，给，想要就只有这些。苏小彤动作迅速地把地上的土豆拿过来，就算是土豆，也能先填一填肚子。这是真的分家了吗？倒是说分了，可这手续也不齐全啊。出来的着急，谁还会记得带上笔墨纸砚啊？这手续是办不了了，暂时就这样吧。摇摇头，他转身走人。只给了几斤土豆，这家分的，索性没有协议，以后就说是闹着玩的。苏老婆子在生气，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房这边的人饿死。苏小彤拿到土豆，立马往火堆里放。苏老婆子给了10几个土豆，她一次性全烤了。这孩子若是省着点吃，还是能撑2天的。可他小贱蹄子，如此浪费，你喂猪啊？吃到肚子里的就不算浪费。那你吃完了，可别再找我要。你有本事分家，就得有本事养活你那一家子。那是自然。败家玩意，跟一辈子没见过吃的似的。哼！对面王春芽和苏江海还是不知道该不该把手里的半块烙饼吃了。小海，你快吃吧，不用管我们。三哥，我分你半块。这个时候还舍得把吃的东西分出来的，那是真的善良。苏江河不接，看看赵冬月，又看看苏小彤。江河，小海给你，你就吃吧。土豆很快就熟了，苏小彤丢2个给苏江海和王春芽，便和自家3人吃起来。夜深了，外出巡逻的村民回来，说是余湾村这边暂时还没有荣羌人过来。李正当下组织起青壮年，让大家抓紧时间回去一趟，把能带的东西都带出来。左右这个地方是不能住了，收拾好，明日一早就离开。单看今年的庄稼没多大收成的样，只要朝廷顾不上百姓，大家都得饿死。小平，今夜我出去一趟，你看好男和弟弟，明日天亮之前，我保证回来。姐姐，你要去哪里？你别担心，我跟着大家出去，过会回来。下了山，苏小彤就去了另外一个方向，离余湾村最近的镇子有几个大富人家，他们的家底殷实，此番匆匆忙忙的离开，肯定还有许多收拾不完的东西，去人家捡漏也比回家去强。与其便宜荣羌人，还不如给我这个凤梨国的贫苦百姓。镇上有几家粮油店和杂货铺，苏小彤从最近的一家开始，酱油、醋、食盐、辣椒以及大蒜和姜等调味料，甚至还有几大缸酒和2缸猪板油、几袋面粉和大米。苏小彤开心的收着，又去下一家，衣服和棉被。粮食不多，还得再找一找才行。镇子的东边有一家庄园，遇到农忙时节，村里人都会来这里做短工。他家有存粮食的地窖。苏小彤根据脑中留下的一点印象，直接去找那个地窖。
一眼望去，这里的粮食堆积得如小山一般，恐有几千斤。苏小彤喜不自胜地动手斩查之后，所有的粮食就都进入了他的空间。想不到这些粮食的后面会有一张板子，上面躺着一个男人。苏小彤顿时有一种做贼被抓包的感觉。男人忽然咳嗽起来，那声音虚弱，好似每咳嗽一声都得用尽全力，同时也扯疼了他的伤口。你是这个庄园的主人吗？男人没有回答。你受伤了？那个外面的人都跑光了，你这些粮食都带不走的，所以与其便宜容羌人，还不如给我。我知道不告而取魏为盗，可是我们真的很缺粮食。这里的粮食都被你拿走了。是。很奇怪，那么多的粮食怎么突然间就消失了？你看起来伤得挺重的样子，这样好了，作为交易，我给你医治，如何？你会医术？这一看就是一个农家女，能有多高的医术？苏小彤把手中的油灯放下，然后给他把脉。你流血过多，还中了毒，所幸未伤及肺腑，还有得救。我先看看你的外伤吧。你居然都看出来了？这伤从胸上一直划拉到小腹，看样欲杀你的人用的是刀，并且从正面劈过来。所幸你退得快，若非如此，可能你的肠子全部都得掉出来了。这个农女似乎不太简单，胸前的伤口已有流脓溃烂的趋势，得刮去死肉才行。等我去准备一下工具。在他的空间里面储存的最多的就是药品和武器。重新回到床前，苏小彤便忙活起来。下属去找大夫迟迟不来，大概宜州城范围内的大夫都逃跑了。要想活着，就得大胆的赌一赌了。先打麻药，斩查之后，麻药生效。怎么不痛了？我给你打了麻药。麻药是啥？就是麻沸散之类的东西，我一会儿就给你缝合好了。要缝起来？对，像缝衣服那样。人的身体还能像缝衣服那样缝起来？耶，伤口又长又宽，不缝起来无法愈合。这真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伤了一根动脉，难怪血一直止不住，索性只割开一个口子，缝起来应该就能止住了。苏小彤处理好伤口，又取出2袋血。那是血？你的血流得太多了，不给你输血，你连3个时辰都熬不过去。别人的血？对，别人的血还能流进我的体内？血型相同就行。还能有这样的医术，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这血挺贵的，等我回去以后一定给你钱。不用，2袋血输下来也得要不少时间。苏小彤找到厨房，这几个时辰也能做不少的事。空间里取出面粉，便开始和面。嘿嘿，苏小彤拿了一个装面粉的麻袋，烙好的饼都往里面放。蓝界空间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绑鲜功能，任何东西放进去，不管多久后取出来，都和刚放进去时一模一样。你在上面做吃的，就不怕把敌人引来吗？不怕，来了又怎样？空间里有不少的武器，刚好可以试试手脚。输了炫，还得输消炎药，2个时辰后药液才输完。你这是要走了？说话的声音很好听，苏小彤忍不住多看他一眼。暗淡的灯光下，男子立体的五官精致的毫无瑕疵，脸部轮廓分明，就连下颚线都那么流畅完美，当真是一副俊美到了极致的皮囊。天快亮了，我该走了。我男和弟弟妹妹还在等我。这是消炎药，你一顿吃2颗，1天吃3次。给你一瓶清热解毒的药，这药也是1天3次，一次吃2颗。再给你一个中药的方子，顶多3天就能把你体内的毒素清理干净了。这些烙饼也给你，要不要我再给你留2袋粮食？你看我能拿得走吗？你没有护卫吗？没有，这伤不包扎起来吗？不用，天气热，就这样敞开了比较好，包扎着反而容易发生感染。记得每天用棉签蘸碘伏消毒就好。你这些药是从哪来的？所以我以前从未见过。保密，只要知道这些药能救你的命就行。外面的灶火上给你煮了小半锅粥，还有2袋米，我能为你做的就只有这些了，能不能活命就看你的了。那个，你就没想过把我带走吗？抱歉，我还有男和弟弟妹妹，顾不过来。不等男子再说什么，他便转身离开。太阳已经升高，苏小彤终于赶到昨晚躲避的洞内。姐姐，小平，洞里面的人呢？他们大概走了小半个时辰的样子，咱们赶紧去，应该能跟上。2叔和3叔他们也走了。本来3叔都想留下来等你的，但架不住奶奶和2婶唠叨，所以他们就都跟着走了。娘和江河呢？他们还在睡觉，我想等着你，所以就没把他们叫醒。村里人往哪个方向走了？是村里的猎户带的路，说是要尽量走森林的边缘，担心林子里面有野兽，到时候大家应付不来。几人收拾好一切，准备赶路。昨天就只吃了几个土豆，几人的肚子都开始叫嚣了。借着背篓的掩护，苏小彤从空间里取出烙饼，一人一个，吃吧。我昨晚去镇上，在一个大富人家找到了好些面粉，烙了好多饼。姐姐，那咱们是不是就不用饿肚子了？江河不用担心，只要有姐姐在，就不会让你们饿肚子。姐姐真好。苏江河幸福地笑着，咬了一口饼，又酥又脆，哇，好吃哦，好吃好吃。进了深一点的林子，就能看到村民们走过的痕迹。走了半刻钟，苏小彤忽然发现树上有刀刻过的痕迹。姐姐，
这应该是刘志哥留的，他知道我们在后面，走的时候给我说过会留下记号。有心了。苏小彤不冷不淡地说一句，4人走了1个时辰，就追上了队伍后面的村民。奶奶他们应该在中间，咱们再加快一点速度就能赶上了。苏小彤一听奶奶这俩字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李正说了，大家先休息休息，吃点东西再赶路。小平，你们赶上来了吗？刘志哥，别说，看不见他脸上的红斑，那模样还真是好看。刘志说话时忍不住地看苏小彤。刘志哥，谢谢你，我们看到你刻在树上的记号了。不用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对了，李正说了，让大家一家一家的聚在一起，省得丢了。你2叔3叔他们在前面，我带你们去。好的，那便谢谢刘志哥了。面对苏小彤的出现，苏老婆子就是一记白眼。跑跑跑，就知道跑，有本事别回来。杨翠盯着苏小彤的背篓瞧了瞧。小彤，你这小背篓看起来不像咱家的，从哪里得的呀？我昨晚去了镇上，在一个大富人家拿的。你在人家拿，那不是偷吗？偷什么偷？人都走光了，房门都没关，我拿的都是人家不要的。那你都拿了什么？我啥都拿了。说罢，他故意整理背篓上蒙着的布，把背篓捂得严严实实的。小彤，还真看不出来，你原来这么厉害，隐藏的还挺深的。二婶也是隐藏的挺深的。想当初我爹被官府征兵时，你一再的给他保证会照顾好我娘和我们，但结果呢？那时候你们还小，现在都这么大了，还需要照顾吗？要我说，你爹就不应该娶这个傻子。奶奶，我爹不娶我娘，能有我们吗？跟长辈如此说话，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。中午时分，村民们都拿出干粮来吃。苏老婆子偷偷看看苏小彤4人，还是没忍住的把烙饼拿出来。他把饼子分给2房和3房的人，硬是没给大房1块。赵东岳和苏江河不懂事，都眼睁睁地望着他。娘，你给我们1块，我们就只要1块。问你家苏小彤要去，他昨晚不是分家了吗？大嫂，这是你们昨晚烤的土豆，你拿去填填肚子吧。三婶，谢谢了，我们不用。伸手进背篓里去，他逐一把烙饼取出来，1人1个，个头大，还散发着热气，看着2房的人眼睛都瞪大了。那烙饼是用猪油烙的，又酥又脆。赵东岳和苏江河吃着，一脸的幸福。只是赵东岳才咬了几口，便扶着额头呻吟起来。小彤，我头好疼。他的头3天2头的疼，不是一般的折磨。这种情况必须立马施针才行。娘，你坚持住，跟我走。到了一处僻静处，苏小彤让赵东岳坐在地上，便安抚着在他的头上施针。施针最怕打扰，可是人群那边忽然传来一人着急的喊声：不好了，李正，有戎羌人在山下追，眼看着就要上山了。众人大惊失色，急急忙忙地往林子的深处跑去。姐姐，娘怎么样？我们也得赶紧走啊。小平，你带着弟弟紧紧地跟着大家，我一会儿带着娘过来。我们一起听话，保护好弟弟。那好，姐姐你赶快带着娘来。我说会来，就一定会来。娘，你不要着急，再过一会儿我给你拔了针，咱们就去找小平和江河。小彤，你为何要在我的头上扎针呢？小彤现在是大夫，在给你治病呢。小彤怎么就是大夫呢？娘，我前些天不是睡了1天1夜吗？我在睡梦中见到神仙了，是神仙教我的呢。真的吗？神仙说，娘上辈子积了福德，这辈子不应该受病痛折磨，所以就叫我医术，让我来给娘治病。这神仙真好，若是娘能见见他就好了。等娘的病治好了，不仅能见到神仙，还能见到我爹。小彤，你是说长雷哥哥吗？是的。我要见长雷哥哥。斩查之后，林子的边缘传来树叶被踩踏的咯吱声，果然是有人进林子了。从家里带来的弓箭在空间里，苏小彤取出来，随时做好准备。2个黑衣人抬着一副担架，径直朝着他们藏身的地方走来。猛然发现了苏小彤，便如临大敌的准备攻击。住手！是你，姑娘，真是巧啊。公子，你认识他？站住，站住！姑娘，既然你与公子相识，那便请姑娘先照看一下。他与另一人相视一眼，立马飞身迎上去。后面的男子扛着2袋粮食，将粮食放在地上，亦是拔出剑去参与战斗。苏小彤观察着那些追踪而来的黑衣人，还说戎羌人来了，那些根本就不是戎羌人吧？确实不是。那你知道他们是谁？不知道，只知道他们这些天都在追杀我。你是谁？何以那么多人追杀你？姑娘还是不知道的好。他既然不说，苏小彤便不再追问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苏小彤把赵东岳头上的银针拔下来。娘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小彤，我的头好像不疼了。以后每隔2天我就给你扎1次银针。姑娘真是好医术。小彤，他是谁呀？不知道。我叫赵锦川。小彤，咱们赶紧去找小平和江河，这里太可怕了。哪知一把刀倏然飞过来，小心！危急时刻，苏小彤一把抓住那刀柄。小彤的
好大的刀！谁扔的？苏小彤生气，便将那把刀扔回对面黑衣人，应声倒地。果然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一个人永远都不能小瞧了别人。娘，不怕，咱走。黑衣人太多，赵景川的护卫拼杀不过退回来，那些人往这边一追，直接把他和赵东岳都围在了中间。苏小彤看了看那些人，我和他们不是一伙的，你们最好给我和我娘放行。没用的，他们宁可错杀，也不会放过任何人。赵七，保护好他们母女。3个护卫握着长剑，一眨不眨地盯着对方，但脸上的疲惫却是显而易见。对方终究是人数众多，那2人挡住了6、7人，还有几人从另一个方向攻来。赵景川忍痛站起来，正想行动，不料身旁传来嗤的一声，一支箭正好直直地射进前面1人的心脏。姑娘，好剑法。你可真麻烦。小童，我怕。正常情况下，母亲是不会躲在女儿后面的，所以这个母亲好像不太正常。娘，别怕，有我呢，我保护你。说时，赵七挡住了前来的几人，苏小彤继续射箭，可惜他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，一次只能射1箭。以前他去教场，每次都能3箭齐发，有苏小彤帮忙，1半个时辰后，那些黑衣杀手就都命丧黄泉了。赵景川抱拳，多谢姑娘。苏小彤淡漠地瞥他一眼，自顾去把刚才射出去的箭收回来。赵七，快去帮姑娘把剑捡回来。是。苏小彤拔出第2支箭，发现对方的胸上有些鼓鼓的。伸手在那人的衣服内一掏，便掏出1小袋银子来，掂一掂重量，少说也有5两碎银。姑娘很喜欢钱吗？喜欢。当我回去之后，可以给姑娘许多钱。无功不受禄。怎么能是无功呢？你刚才可是帮我解决了这些杀手。我那是自保，与你无关。姑娘，你不是一般的农家女子吧？杀人不眨眼，且面不改色，别说是农女了，就是刚上战场的新兵，也做不到这般镇定自若。猎户的女儿是算1班还是2班？这是什么标志？飞鹰？难道是飞鹰阁？飞鹰阁是一个组织吗？一个相当隐秘的杀手群体，在整个龙州大陆都只闻其名，而不见其人。这么说你被他们盯上了，生命可就堪忧了。娘，走吧，咱找小平和江河去。喂，姑娘。少爷，你要不要紧？还好。少爷的伤势过重，还是躺在担架上，我们抬着你走。却不知是谁在背后买通了飞鹰阁的杀手。究竟是谁如此想要少爷的命？难怪我说一路上怎么都摆脱不掉他们，原来是杀了一批又来一批。看来我们不能再走官路了。那走哪？走山林。走山林回京城，那不是得绕好远好远的路吗？暂时走一步看一步。身后有脚步声传来，苏小彤回头一看，竟是赵景川4人。你们去哪里？那姑娘去哪里？我与村里人同行，他们已经跑到森林深处去了，目前还不知道李正是怎么安排的。那一起吧，即便目的地不一样，离开宜州城的这一段，大家可以相互照应一下。赵东岳拿着香喷喷的烙饼，幸福地吃着，适才的恐惧都抛到了九霄云外。赵景川嗅到了烙饼的味道，姑娘的厨艺真好。一样的味道，看来那地窖里的烙饼便是姑娘留给我家少爷的了。姑娘不仅厨艺好，医术还好。我叫赵七，生平还没见过哪个大夫像姑娘一样把伤口缝合起来。那也幸好姑娘出手相救，要不然我家少爷的伤都不知该如何是好了。若不是拿了地窖里的粮食，我才懒得帮他。实不相瞒，姑娘留下的那些烙饼都被我们兄弟几个吃了。我家少爷目前还饿着，走的时候只顾着扛这2袋粮食，都忘记了要带上一口锅。你是想向我借一口锅吗？我们用粮食跟姑娘换几个烙饼行吗？这个话痨，若是不给他换，他还能叽叽呱呱地说半天。苏小彤放下背篓，从里面拿一个麻布袋递过去。赵七喜不自胜地拿着，赶紧递给了自家公子，转身解开粮食口袋，给苏小彤倒了大约5斤米。小彤，那么多的烙饼都给他们吗？娘不用担心，我这里还有呢。众人吃了烙饼，补充了体力，又加快脚步赶路。只是赶到了天黑，也不见村民们的踪影。苏小彤观察林子里面被人踩踏过的痕迹，确定没有走错路，找了一个相对宽敞的地方，大家坐下来休息。荣幸和荣义去林子里转了一圈，便打来了一只狍子。这么干旱，林子里面还有狍子吗？这山里有几处水源，自然是渴不死他们。这么说，只要有野外求生技能，在山林里就饿不死了。姑娘，你有盐吗？交换吗？可以。这姑娘不是一个会吃亏的人，倒是也不会占别人便宜。苏小彤把盐拿出来，亲自去给狍子上盐。姑娘叫什么名字？你为啥要知道我家小童的名字？不知道小童的名字，就不知道叫他什么？就叫小童啊。我姓苏，苏小彤。对，姓苏。这里面还有半罐盐，还能用几次？你先放在背篓里，我们需要的时候再拿。这事还要我备着。小半个时辰后，狍子肉烤好了，容易给苏小彤送来2大块肉。小童，好好吃，和常雷哥哥烤的一样好吃。耶，是很好吃，烤的火候刚刚好。这几日都没吃饱过，
冷不丁吃到一顿肉，大家都放开了吃。次日清晨，走了1个时辰，终于找到村民们聚集的地方。小童，他们是谁呀？都不认识，你怎么敢往大伙这里带呢？也算不得是我带他们来的吧？他们被人追杀，不敢走官道，就改道走山里了。李正过去跟他们打招呼，相互介绍一下，最后同意他们跟在队伍的后面，但不得与村民们发生冲突。一切听孙李正的。小童，你跟我来，你妹妹和弟弟在这边。谢谢李正大伯。大伯，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呢？我和村里几个族长商量过了，先去4州城。那边还没有打仗吗？暂时还没有。传闻秦王退守4州城，你敢肯定秦王会给村民们打开城门吗？不敢肯定，怎么着也得去碰碰运气。倘若大家进了城，就不至于东躲西藏的了。姐姐娘，小平、江河，你们怎么样？还好，就是昨日跑得太累了，我俩脚上都起了水泡。赵东岳看看周围没人注意，遮掩着给苏江河递上一块肉。江河，快吃，这是娘给你留的。小平，这是你的。小平，你们昨夜里没吃东西吧？吃了，我和江河吃了一个窝窝头，是隔壁杨大娘给的。杨大娘心善，平时也会多多少少都会塞一些吃的给他们。江河，姐姐帮你们把水泡挑开，再撒上一些药。姐姐，你挑吧，我忍得住。再休息1刻钟，大家吃点干粮甜度，便启程了。苏小童洗手取烙饼出来给几人吃。姐姐，我们吃了肉，已经不饿了，你和娘吃。给你，你就吃，不用省。在这山林里也不知道还要走多久，咱们省着点，就能多熬一些时日。快吃吧，你若是虚弱的使不出力来，咱们怎么照顾娘和弟弟？王春芽怀里的孩子一下放开嗓门大哭起来，那声音穿透树梢，霎时惊起林中鸦雀。王春芽红着眼带着哭腔道：“我没有奶，孩子吃不饱。”苏长林着急道：“娘，你快给春芽吃点东西。烙的饼反正是不多了，省着点，顶多够2顿的。我还想等赶2个时辰的路再吃。你们既然要，那现在吃了，中午就没了。”唉，从袋子里把饼掏出来，每个人分半个。娘，这一个都给春芽，她和江湖的。什么江湖的？才6个月大的孩子能咽下这么硬的饼吗？那好，这饼是我和春芽的，我的给春芽吃。你给他吃，下一顿得等到晚上才能吃。你确定你能熬那么久吗？我没事。那行，你自己说的，到时候可别求我。娘，你吃，你吃了小胡才有奶吃。小海吃，小海吃了才有力气赶路。娘的够了。爹，你吃。小海乖，爹不饿，你快吃吧。你把老三的饼吃了，到时候把老三饿死了，你没了依靠，看你得怎么哭。苏江河的脚放到地上，立马疼得他龇牙咧嘴。江河爷，我背你，我有力气。昨晚饱饱的吃了一顿肉，他真觉得现在力气十足。苏小童把一包旧衣服拿过来，看似往背篓里放，一个意念便收到了空间里去。苏小平看背篓上蒙着的布没有拱起来，不禁一愣。是了，阎王爷给了姐姐一个法宝，都差点忘记了。队伍开始在森林里穿行，有几个老猎人带着，还不至于迷路。王春芽怀里的孩子又在哭闹个不停。这林中的蚊虫太多了，看免孩子咬的。我有办法。苏小童将一瓶带在身上的驱蚊水拿出来。这是什么？驱蚊水也能治蚊虫叮咬。三婶，你留着给小胡用。王春芽心中一热，眼眶就红了。这是薄荷叶，你揉碎了擦擦小胡身上的红疹子，它不痒了，应该就不会哭了。好，你把剩下的薄荷叶带在身上，能驱除蚊虫。你身边没有蚊子了，小胡也不被咬了。好。林子里一片咒骂声，大家都被蚊虫烦得不行。李正大伯，这是薄荷叶，放在身上比用手驱赶蚊虫强多了。孙红兵也发现了，他一走过来，身边的蚊虫就自动的飞开。小童，真是谢谢你了。李正大伯客气了。既然这薄荷叶能够驱赶蚊虫，那让大家都去摘一点来。宇坤，爹，啥事啊？你去告知大家，让大家去林子里找，尽量摘一些放在身上。哈。啥薄荷叶？这不就是鱼香草吗？真是直接说鱼香草，大家不就都知道了？姐姐别理他，那孙婆子整天不是看这个不顺眼，就是看那个不顺眼，嘴巴不叨叨，她就像是不舒服似的，简直和咱奶奶一样。还真是。苏小童在背篓里翻腾一翻，取出几个烙饼来。姐姐，咱们不省着点吗？别省了，赶紧吃吧。吃了2天的烙饼，我都吃厌了。现在咱还有烙饼吃，等到连烙饼都没得吃了，就不知道该吃啥了。姐姐，好好吃，我不厌，我顿顿吃都不厌。烙饼的味道散发出去，旁边的苏强子伸脖子过来望了望。奶奶，咱们是不是还有烙饼？我饿了。烙饼，天天就知道吃烙饼。你是有多少烙饼来吃啊？一顿吃光了，你是想等着明天饿死吗？我说苏小平，有点吃的，你们就不知道省着点？是嫌活得太久了吗？不怕，不管有没有吃的，
咱家都整整齐齐的。哇，对，咱一家人都整整齐齐的。不听劝，到时饿死了活该。苏强子咽了几口口水，忍不住的凑过来。江河，你给我点。二哥，我也不多了。那不是还有大半个吗？你就给点半。我昨晚没得吃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着给我点呢？那我不是也只有半个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奶奶分烙饼，每人就只有半个。我这么大一个人了，半个哪能够吃啊？反正你没分给我吃，这是事实。苏小彤暗中给他点1个赞，还行，这弟弟不是一个傻的。你就抠吧，等我以后有好吃的，我也不会给你。你以后有了好吃的，也不会给我，我又不是不知道你是啥德行。苏江河吃着饼，忽然瞥见苏江海，他低头看看自己的烙饼，就想掰开了。江河，你是想分一半给小海吗？他之前有吃的都给我了。江河真乖，懂得报恩，你不用掰开了，姐姐直接给他。姐姐真好。江河也好。从背篓里取出2个饼，他朝王春雅走过去。小童，你们吃的也不多，快拿回去。三婶，你拿着吧。苏小彤说罢，硬塞到他的手里。王春雅满是过意不去。三婶，快吃吧，只有你吃好了，小胡才有奶吃。小胡，你要快快长大哦，长得白白胖胖的。谢谢你，小童。三婶不用谢，只要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能帮着照看照看江河就行。小童，这饼是从哪得的？真好吃。在大富人家得的。苏江海拿到烙饼想了想，转身便跑出去。他这是想去给他父亲吃吧？忽然，苏强子就一下窜了出去。二哥，你干啥？小海，你的烙饼那么大个，分我1半呗。我不给，我爹早上还没吃东西呢，我得给我爹留着。那你分我1小半也行。你以前有东西吃的时候，你都不给我，我干嘛要给你？那你这次给我，我以后给你。你撒谎，你才舍不得给呢。苏强子奔过去一下抓住他，伸手就要抢。放开我，你放开我，我不要给你。苏强子还没有抓到他手里的烙饼，后脖子的衣领就被人提起来了。谁呀？放手，快放手，勒死我了！童姐姐，二哥要抢我的烙饼。苏小童，你干什么？小屁孩，还好意思问我干什么？你先说你刚刚要干什么？我给他要点饼吃，怎么了？那是我给小海的，就是不乐意给你吃。咋的？你还不服啊？那咱们是一家人，不得相互关心吗？你啥时候把我们当成一家人了？想你以前抢我的东西吃的时候，你有想过我会饿肚子吗？你欺负我弟弟江河的时候，你有想过和我们是一家人吗？我那不是闹着玩的吗？你怎么这么计较？我刚刚也是闹着玩的，你也别计较哦。小海，你爹在那边，你快过去吧。就要一点饼都舍不得给。苏江海，你给我记着。恶狠狠地说完，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。苏小童打我。苏小童，你凭啥打祥子？我就打他了，怎么地？你打人还这么理直气壮，简直是无法无天了。二婶，你怎么不先问问他被打的原因呢？都被打了，他问原因，难道还能是他的错吗？他抢小海的烙饼，就是他的不对。他和小海是兄弟，给小海掰点吃怎么了？那也得小海同意呀。有什么不同意的？除非是你从中作梗。二嫂，小海的烙饼是要给他爹的，他怎么能同意呢？王春阳，你和小海的烙饼吃了，你当然帮着苏小童说话了。吵死了！我说苏小童，你把烙饼分给3房，不分给2房，这不是故意惹他们吵架吗？说来你就是心眼坏。谁对我家人好，我就对谁好。怎么，奶奶也觉得你对我家人好？好的话，你能在我昨日没赶回来之时，任由小平和江河饿着？我老婆子对你们不好，你们能长这么大？我爹没被官府征兵之前，打的猎赚的钱大部分都交给了你，临走时还给了你不少银子，就是怕我难和我们吃不饱穿不暖。结果呢？你爹对我老婆子好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我养的儿子不对我好，应该对谁好？在这世上，让谁无条件的对自己好却不感恩，都是一种自私的做法。听到此话，苏老婆子被气到头晕。大家启程赶路了。和他们一起走，随时都在吵，与其让自己闹心，还不如离他们远点。是哦，咱们都分家了，不跟他们走在一起也是行的。二姐，只要咱们一家整整齐齐的，走得快或是慢都好。4人越走越慢，到最后就基本上落在队伍的后面了。宋猎户说了，天黑之前得赶到岩洞下，那边相对安全一点，这林子里面不能住，有狼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冷不防传来一声狼叫，这声音让众人心神一冷，神经都绷紧了起来。有狼，真的有狼！放心吧，听叫声，狼离这里应该还有很远，而且狼聪明，看见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，白天是不会轻易出来的。真的吗？相信我就好。留着，松猎户有没有说这森林里有多少狼？据说不少。狼是群居动物，既然这林子里有狼，那少说也有几10头。那你还不赶紧跑吗？你看我跑得起来吗？
也对，你一跑牵动伤口，比被狼追还死得快。姑娘，麻烦注意你的言辞。想听好听的，那以后就离我远一点。我还以为你与他们熟悉。不熟。跟上去。少爷，他口不择言。你少爷我的命都是他救的，以后他怎么说都是对的。少爷，你是说那晚上出现在地窖里的神医就是他吗？就你们兄弟2人傻，吃到烙饼的时候我就猜到了。可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庄稼人，而且还是一个小姑娘，能懂啥？还懂得射箭啊？箭法比你的还好。姑娘，适才荣幸说话莽撞，还望你别往心里去。你看起来精神还不错。托苏姑娘的福，现在好多了。说来我还得感谢姑娘的救命之恩。她本来就好看，这一笑更是令天地失色。你们先走吧。一起走，即便有狼，也好有个照应。长得帅气，音色磁性悦耳，与人说话还态度温和，这还要不要人活了？狼来了也好，咱们就有肉吃了。这位大哥说的不错，狼来了就把狼打了吃肉。傍晚时分，几人终于赶到了宋猎户说的岩洞下，离地面2丈高的地方有一个1丈方圆的洞口，岩洞的名便由此而来。这里有水，李正建议大家做晚饭，并借此机会做一些干粮，明天路上吃。赵七把肩上扛着的2袋粮食放下来，也是想生火做饭。可是没有锅怎么做饭？没办法，他还得厚着脸皮去求苏小童。那个苏姑娘，你们有没有锅？借我一口。不嫌弃的话，你就拿去用。谢谢苏姑娘。姐姐，你借给他，咱们连煮饭的锅都没了。不过咱们也没有米，还煮什么饭呢？真是瞎操心，不是说有我吗？你看看这周围哪里有柴，去捡一些回来。也对，即便不能煮饭，也要生活。你别走远了。苏小童走出去，四处看看能不能打到兔子，才有此想法。一只大白兔居然就窜了出来。苏小童迅速拉弓射箭，应该有7、8斤重，够的。将弓箭收入空间，取出匕首，便直接在溪边将兔皮剥开，又切割成小块。空间里取出锅，将兔子肉洗干净装进去，才端着回去。这口锅是新的啊，哪里来的？对了，姐姐说过，阎王爷给了他一个法器，难不成这个法器能变出东西来？小平，发什么呆啊？快来一起生火！姐姐，锅里的兔子肉是你变出来的吗？你是在做梦吧？这是我刚刚在那边打的猎物啊！姐姐，你还会打猎啊？小时候跟父亲学过。哇哦！锅里的兔子肉煮起来后，那香味四处飘散，村民都很久没有吃过肉了。突然闻到肉味，霎时都直愣愣地朝这边瞧。苏姑娘，你这般公然炖肉，就不怕别人来给你抢吗？目前来说，大家手里都有粮食，倒是还不至于来抢。也对，荣幸出去打猎，不多时也打了一只兔子回来，直接就架在火上烤。趁这个时间，苏小童给赵东月赶紧使针。姐姐，那银针也是阎王爷给你的吗？爷，姐姐，阎王爷还教你医术吗？爷，好羡慕啊！我若是去死一死，能不能得到阎王爷的恩赐呢？不要乱想哦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运气的。也对，那我还是好好的活着吧。能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小童真厉害，不疼啊，好香啊。能，还得过一会儿才能吃。我再去捡一些柴来。我去吧，你看着南河江河。苏姑娘，你们有没有吃饭的碗？眼看苏小童皱眉，他忙提议道：苏姑娘，要不咱们凑在一起吃吧？你看你没煮饭，我也没炖汤，凑在一起，岂不是饭有了，汤也有了，还能吃烤肉？也好，我一会儿把汤端过去。哈哈，达成了协议，赵七高兴地离开。苏小童在背篓的遮掩下取来碗和筷子。此时赵景川闲来没事盯着他看，他的这个背篓怎么像一个百宝箱似的，什么东西都能在里面取出来。还有那个药箱，他应该舍不得丢掉，可是他的背篓也明显装不下。那么他把药箱放哪里去了？苏家2房那几个孩子相互怂恿着过来，围在火堆旁边，便殷勤地帮忙添柴。小平，多加点柴，火烧旺点，才炖得快。苏小花，我不要你帮忙，我姐姐说了，现在要小火慢炖，汤味才浓。哦，那就慢慢炖。我们不是分家了吗？你们干嘛还过来？分啥家啊？小平，你姐姐和奶奶怄气，你不帮着劝一劝，怎么还当真了？苏强子咽了几口口水，也不知道熟了没有，要不我先尝一块。你别动，我们都还没吃，你凭什么吃？吃一块怎么了？这么大一锅，你们反正又吃不完。吃不完喂狗也不给你。小童姐，你回来了。我回不回来与你有什么关系？这不是好久没看见你们了。我们来看看你们是不是跟上大家了。现在看见了，那就快回去吧。小童，这是你炖的兔子肉吗？好香哦。这人从小可没少欺负原主，真是看不出来。小童，原来你这么会炖兔子肉啊。我说你们该走了吧，我们已经与你们分家了，难不成有点吃的你们还想来分一杯羹？你炖得这么好，我们就尝尝你的厨艺呗。苏小花，你这是已经忘记以前是怎么欺负我的了？欺负啥呀？你那时不爱说话，我那不是想逗着你玩吗？只要一看见我，你就往我面前吐口水，那是逗着我玩。
没有，我那是肚子不舒服，总是流清口水才往外吐的。你说我不往外吐，难不成还得吞下去吗？这么说，你时不时的咒骂我和我娘，也是因为嘴痒，而不是因为你恶毒了？哪有这种事？你肯定是记错了。都赶紧走开，别给脸不要脸！看他突然变脸，苏小花三人都懵了。你干嘛？让你们滚啊！苏小花磨了磨牙，转头就想朝着火堆上的砂锅吐口水，哪知苏小彤反应敏捷，便一巴掌给他甩到脸上来，脸疼，舌头也疼，他捂着脸，呜呜咽咽的，想骂都骂不出来。苏顺子转身一溜烟就跑了回去。你竟敢打我！你敢把口水吐到我的锅上，舌头我都给你割了。你，苏姑娘，汤炖好了没有？炖好了，还真是不错。把锅端起来，啥表示都没有，他就回去了。小萍姐，他怎么端走了？那是他的吗？你快要回来啊！娘，小萍，江河，咱们走。赵景川四人都有见，苏强子不敢招惹，只好打消了跟上去的念头。此起彼伏的狼嚎猝不及防的在林中响起。狼来了，赶紧走！见了，姐姐怎么办？我们要不要去岩洞里面躲着？此时已经有人往岩洞上攀爬了。大家一慌，所有人都会往那岩洞上爬。届时人没爬上去，倒是与别人先发生了矛盾。先不着急，先吃饭吧，不是都做好了吗？哥哥，你不害怕吗？一声哥哥，让毫无防备的赵景川咳嗽了几声才缓过劲来。狼怕火，咱们这里都生了火，在火没有熄灭之前，狼是不会轻易跑过来的。小童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。江河，狼怕火，你在这里好好坐着，狼不敢来。我知道了。吃饭吧。赵七，你煮的饭真好，火候好，放的水也刚刚好。做的多了，自然就能掌握用水和火候了。苏姑娘的厨艺也是好，这兔子肉炖的又辣又入味，汤味还又鲜又浓。岩洞下，叫喊声、吵闹声、咒骂声不断的传来，1000多人争先恐后的往上攀爬。这么你推我拉的，还没被狼咬死，就先被人踩死了。姐姐还会踩死人啊？看着吧，1000多人可不是小数目。这边闹哄哄的，林子里的狼群看着，一时反而不敢靠近了。苏小彤等人继续吃饭，8个人1锅汤1锅饭，全都吃得干干净净，还一人分一大块兔子肉。苏小彤把吃不了的食物悄悄收进空间。姐姐，你刚才说踩死人，还真的踩死人了。小萍，你看好南河江河。苏小彤走过去，逐一给那3人把脉。男子和妇人没救了，这个孩子的脉搏倒是还有点动静。我的孩子还有救吗？试试吧。当即把孩子放下平躺，然后在孩子的心口上扎了3针，又用内力去刺激他的心脏。那孩子猛地一咳嗽，苏醒了过来。活了，我的孩子活过来了。让老幼妇孺先爬上去，上面的人帮忙拉，底下的人帮忙推。到了午夜时分，所有村民就都上来了，狼群叫着不住地逼近过来。刘志默默地数了数，少说也有70、80匹。这个夜晚，所有的村民挤在洞里，心颤颤地听着外面的动静，毫无睡意。天亮时分，狼群依然没有散去，村民们洒落在地上的食物也被他们舔个干干净净。宋猎户提议用箭来射。狼多箭少，你敢肯定你们射出去的箭能百发百中吗？以我等的剑法，无法百发百中。我知道有一个人能百发百中。哦，还能有人百发百中？谁呀？苏姑娘就能。哪个苏姑娘？就是苏小彤姑娘。苏小彤会射箭吗？就是苏长雷的大女儿。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们的箭全部聚集在一起有多少支？7个猎人，53支箭。下面少说也有80来匹狼，若是射掉50多匹，你们有没有把握杀掉剩下的20多匹狼？没有把握，狼凶残成性，哪怕只是1匹，恐怕也得3个猎人合力才能将其杀死。一旦行动，就得有十足的把握，否则就是去白白送命了。可是咱们什么都不做，就这么和狼耗着，也不是一个办法。时间长了，那些狼看到大家都不出去，会不会自行离开？不会，狼的耐性很长，多守个3、5天都不会轻易离开。那大家在洞里差不多就饿死了。宋师傅，以前你们是一直躲在洞里避开狼的吗？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狼，就只有5、6匹而已。你们确定不把苏小彤姑娘找来吗？这位公子，你确定苏小彤当真能射箭吗？我确定。你去洞里面找找，看苏小彤在哪里，先把她请过来再说。好。这也太多只了吧？你有把握射死那些狼吗？有多少支箭？52支，连同你的有60支的样子。我现在的精神力不够强，等1天吧。精神力？刚刚就那个小女孩损伤了不少精神力。哦，这山洞里灵气十足，倒是很适合吸收灵气来补充精神力。若是没有那些吵吵闹闹的村民就更好了。赵七，你知道何为精神力吗？不知道，是精神吗？又来一波，宛如换班似的。
咱们与其在洞里耗着，还不如下去拼一拼。咱们这么多人，难不成还打不过那几10匹狼吗？要不你先下去试试啊！不能让我一个人去吧？那不是去送死吗？你敢肯定大家下去后，你不会后着先爬上来？怎么可能？以孙宏斌对他的了解，那种事他是绝对做得出来。这些狼也真是怪了，都守这么久了，还没有一点离开的迹象。他们是不会轻易走的，他们会等洞里的人都饿得半死不活后，一起扑上来。看苏小彤的架势，像是在修炼内功。这偏僻的小村里，居然有会武功的人。中午时分，苏小彤终于醒了。你现在感觉精神怎样？还好。小彤，你醒了。林子里忽然传来一声狼叫，紧接着许多狼就回应似的跟着嗷叫。不好，他们这是要跳上来了。就在这时，3支箭嗖地射了出去，再看地面，已经直直命中狼皮的脑袋。众人不敢相信，目瞪口呆地看着苏小彤，3箭齐发，且全部命中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。狼皮被射中，其他狼立马嗷叫着将消息传达出去。转瞬之后，林子里的狼便仰天长嗷，像是非常的愤怒。苏小彤这次不再3箭齐发，1支箭射出去，目标是远处宛如预备军事的狼皮。苏姑娘，岩洞下的狼眼看着就要跳上来了，你怎么不先把这些狼射死呢？苏小彤不说话，拿着弓箭继续射。外围的狼朝岩洞下跑，聚集起来的狼似乎更多了。苏小彤拉弓，又继续射。这么射下去，所有的狼都挤到岩洞下来，大家不是就更危险了吗？孙礼正还没看出来吗？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要这个效果，咱们的箭不多，要想让每一支箭都能射死1匹狼，那就让下面的狼不乱跑。下面的狼一旦乱跑，要射杀起来就更难了。一个农女而已，搞不懂她怎么会懂战场上舍近求远的战术。你是说他故意让狼以为跑到岩洞下来才是安全的？箭法太好了，真正的百发百中啊！箭射了20多只，狼终于朝洞口上扑了。1丈多高的距离，他们在底下一个冲刺就能猛地跳上来。赵七和容易的箭横扫过去，狼身上的血飞溅出来。1匹狼抓住机会，双脚着地后便朝洞里扑来。山洞里的人霎时吓得脱口惊叫。苏小彤反应灵敏的一脚踢在石头上，那块20来斤重的石头就被他踢飞过去，刚好撞在那匹狼的头上。狼被石头撞，那石头往下坠落时，又打到了狼体正在往上冲的狼身上。这简直是天生神力啊！一块大石头，常人搬动起来都难，而他直接一脚就踢飞了。苏小彤这次不管远近，抓起3支箭，立马3箭齐发。对了，是不上进了，你们谁有吃的？没有人回答，所有人都眼睁睁地看着他。苏小彤很快就到了苏小平3人待着的地方。姐姐，你真的射了20多匹狼吗？姐姐好厉害，小彤好厉害。你们先待在这里别动。在背篓里掩耳盗铃似的取出之前没吃完的烤肉，又从油纸里取出3个烙饼，分发给苏小平3人。苏小平诧异地朝背篓里看，之前他饿了，便悄悄地在背篓里摸索，结果发现背篓里根本就没有吃的东西。他看着苏小彤的手，暗地里羡慕阎王爷对自家姐姐的厚爱。苏小彤回到洞口边，直接打开油纸，展示出前日傍晚烤的兔肉来。赵景川惊奇地发现那些烤肉还散发出热气，仿佛是刚烤出来的一样。底下有20多匹狼的尸体，接受了领头狼的命令，那些狼便开始啃食同伴的尸体。油纸里面有烤肉，还有烙饼。赵七待赵七回头时，便朝他丢过去1块烤肉。荣幸，容易。另外2人，苏小彤也同样丢了1块烤肉过去。我说苏小彤，你是咱玉湾村的人吧？那你怎么把肉都给别人，而不给我们本村的人呢？一会儿下去打狼，还有谁愿意去的？愿意的便给1块烙饼。同样是下去打狼，为何他们4人都能1人1块肉，轮到我们就只有1块烙饼了？请问你打狼是给我打的吗？可以要我来给你们分发食物。我告诉你，我给你们是情分，不给是本分。你别以为啥都是理所当然的，下去人就先乐晕了。刘志和几个人走过来，苏小彤给他们发了食物，便吃自己最后剩下的1块烤肉。眼看1匹狼倒地身亡，领头狼一声长啸，狼群得到指令，迅速朝外四散而去。苏小彤一眯眼，3箭齐发，又射掉3匹。在要射时，那些狼已经钻到了林子里。狼这是走了吗？在林子里猫着呢。那怎么办？狼在林子里守着，咱们不敢下去，就这么一直饿着吗？再待下去，不用狼来吃，咱们都先饿死了。是啊，与其这么饿着，还不如下去拼一拼。众人相互怂恿着，还真就有人跳下去了。到下面去的人原本是想找自家的粮食，结果发现粮食都被糟蹋干净了，连同口袋也被撕扯得破破烂烂的。林子里的几匹狼向这几人奔去。狼来了，狼来了，快回来！赵七几人便倏然跳下去，挡住了冲上来的狼群。吃过烙饼的几个猎户也相继跳下岩洞。苏小彤居高临下的站在岩洞口望着，拉着弓，找准机会便1箭射出去。10几匹狼倒地身亡后，又有10几匹狼奔过来，如此重复了3次。狼皮也没有停息的打算，宛如车轮战似的，是要将与之战斗的人耗死。
远不止80多匹狼。其实林子里面还潜伏了很多，剑不够，我下去把剑收回来，继续用。你胸口的伤才愈合吧？愈合了，应该就没事了。算了，不用你。朝着狼体又射了2支箭，他便轻飘飘地跃了下去。他居然是会轻功的，真是艺高人胆大，难怪他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。赵七，保护苏姑娘。苏小彤的箭筒内还有5、6支箭，眼看哪一面的压力大，他便一箭射过去，同时把狼身上的箭拔出来收入箭筒中。想到以后的食物问题，手一动，意念转动，便把拔了箭的狼收入蓝界空间中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就收走了10几匹。殊不知他的举动全部落入了赵景川的眼中，他惊讶极了。那一夜，纵使他想破脑袋，也想不出苏小彤是怎么把那些粮食弄走的。太神奇了，这世上真的是无奇不有啊！这时，孙铁头和几个人为了抢夺几根被人啃过的骨头，竟然打起来了，一不小心就撞到了赵景川的身上，他被几人猛地一撞，直接就朝下方栽倒。一个纤瘦的身影飞奔过来，伸手托住他的后背，巧妙地化掉他往下坠的力道，再一撑一扶，便使他稳稳当当地立在地上了。你们想要吃肉，下来自己打，这么多狼，还怕撑不死你们吗？孙铁头忙把脑袋缩了回去，真是没种。多谢姑娘出手相救，你小心一点。苏姑娘，你的轻功可真厉害。轻功？你不会不知道自己有轻功吧？只知道自己行动很快，那便叫轻功吗？激烈的战斗过后，林子里仅剩的20-30匹狼就不再攻击了。到了傍晚时分，一些人才大着胆子从岩洞里下来看个究竟。狼这是都死光了吗？没死光，少说也还有20-30匹，还有那么多啊！不知道他们啥时候会再攻过来。没有粮食，往后可怎么活呀？既然狼吃了咱们的粮食，那我们便把狼吃了。狼群的尸体不多时就成为了大家争着抢着要的食物，真是一群乌合之众。这么吵下去，和那些狼又有什么区别？苏小彤收起自己的剑，然后找到苏小平3人，便踏着晚霞的余晖走了。赵景川看见他的背影，赶紧招呼赵七3人跟上去。有人发现苏小彤一家离开，像是失去了主心骨一样，朝着众人大喊：不好了，苏大姑娘走了！众人顿时慌了。他怎么一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了？林子里还有狼，他这么走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不行，咱们得赶紧跟上去。他的剑法好，有他在，那些狼才不敢靠近。李正提议大家先把狼带走，等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再分食。苏姑娘，你这么走了，不怕狼追过来吗？毕竟落单了，还是挺危险的。我既然敢走，就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家人。多好了，那些狼都已经跟到我们的后头了。苏小彤皱了皱眉头，真是没完没了了。少爷，你们先走，属下先挡一阵。苏小彤凝神静气地听了一下，来了30多匹狼，你一个人应付得了吗？你们快走吧，不用管我，等离得远了，那些狼应该就不会追了。算了，我去吧，你们帮我护着家人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姐姐，他那纤瘦的背影这一刻仿佛都变得高大伟岸了起来，侧一变，两腿一软，全都停了下来。苏小彤一个冲刺，流星赶月般奔跑起来，他的速度太快，那些狼在后面都追得气喘吁吁的。突然，苏小彤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。然而这时，他们竟然看见苏小彤的身上笼罩起了一层金色的光晕。领头狼大概是知道对方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，彼此僵持了几个呼吸的时间，便嗷叫几声，命令狼群撤退。狼群刹那间便跑得无影无踪。苏小彤收起精神力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如今的精神力就只有1层的样子，吓唬狼群还行，真要动手，恐怕还得费不少的功夫。姐姐，你没有事吧？我没事。小平真棒，姐姐真厉害，江河不乱跑，还能保护娘，也是很厉害的。苏姑娘，那些狼呢？怎么都听不见动静了？应该回到他们的狼窝去了。苏姑娘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天机不可泄露。苏姑娘真是高人。夜色完全降临，几人当即商议原地休息。荣幸和荣毅立马去捡柴生火烤狼肉。火光在林中比较醒目，不多时，村民们就都赶到这里来了。看见那些村民，苏小彤的眉头就皱了起来。苏大姑娘，你怎么先走了？这林子里的狼那么多，大家一起走也好有一个照应啊。就是看见人多，狼应该就不敢来了。你听，这回连一点动静都没有了。还是大家聚集在一起的好。苏小彤只当他们不存在似的，只管将割下来的狼肉架在火堆上烤。那香味一会儿飘散到空中，饿得前胸贴后背的众人就待不住的去忙活了。你好像很不喜欢他们。他们看起来很招人喜欢吗？那你不喜欢他们，也没跟他们吵啊？不是谁吵得厉害，谁就是英雄。也对，跟他们说不到一块，那就对他们视而不见好了。越往四周城走，林子里面就越潮湿，沿途都能找到野生菇和野果来补充食物。半个月后，众人从山林里出来，四周城高大的城墙就远远地映入了眼中，像是看到了希望一样，大家都欢呼起来。1个半时辰后，他们赶到了四周城的城墙下，四周城的城门紧紧地关闭着，连一个逃难的村民都不让进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别说你们从宜州过来的，就是我们这些四周的百姓，秦王殿下也是不让进啊。自从宜州城被戎羌人攻破，秦王殿下退到四周城来，
便下令封锁4州城的城门了。据说这个城门都封锁了10-20天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们何过还要在城门口守着？左右也是没别的去处。放眼望去，城墙下站着密密麻麻的，恐有7、8千人。打开城门，你们为何不打开城门？秦王殿下有令，任何人不得打开城门。秦王殿下，这是不管百姓的死活了吗？秦王殿下说了，为了预防戎羌人混在你们之中进城，进而来一个里应外合，就只有关住城门。我们不是戎羌人，出门都带着户籍的，不信你们可以查看。是啊，我们都有户籍。那户籍可以偷可以抢，谁能保证你的户籍就是你的？倘若你们是戎羌人，那城门一旦打开，4州城不就岌岌可危了吗？说什么他都不开城门。苏小彤领着家人到远处的一棵树下乘凉。姐姐，赵公子他们和我们走散了，才一会儿的功夫就看不到他们了。无所谓，散了就散了吧。一个衣着破烂的女人抱着孩子过来，求你们行行好，给点吃的吧，我的孩子快要饿死了。这饼给你吧。女人一把抓在手里，谢谢姑娘，谢谢姑娘，你心地善良，一定会有福报的。福鸭，你吃，你快吃，吃了就不会饿死了。娘，你吃，福鸭没事。娘不饿，福鸭吃就好。求求姑娘，行行好，也给我们点吃的吧，我的孩子也是快要饿死了。我们都3天没吃东西了，大人还勉强熬得住，小孩是真的受不了啊。那你们怎么不去求城墙上的秦王？什么秦王殿下，还说是来守护4州城的，结果他就只守那城墙，压根就不管我们这些百姓的死活。你们是从哪里逃亡过来的？宜州，我们家那里被戎羌人占领了，跑得快的上还有命在，跑得慢的那些就都被杀了。我和家人也是从宜州逃亡过来的。那姑娘还有吃的吗？苏小彤从背篓里取出烙饼，一人分1个。啊，姐姐，给你。姐姐，你吃。小彤，娘的饼太多了，给你吃。苏小彤心中升起一股暖流，又有鸡鸣过来，这次来的是男人。把你的饼交出来。没有，我没有了。你当老子傻吗？他说着就要把赵东岳揪起来。敢动我娘，你再试试。你这丑八怪，下手还真狠。我们只要饼，只要你把饼给我们，我们立马就走。想得美。大哥，甭给他啰嗦，直接抢不就完事了吗？你抢我们算什么本事？戎羌人不是打来了吗？有本事你去抢他们啊！官兵都打不过戎羌人，你让我们去抢，这不是明摆着让我们去送死吗？所以你们欺软怕硬，就准备窝里横了。鬼话真多。那人还没来得及出手，整个人就一下倒飞了出去。还有谁想要动手的？还是说你们一起上？好多天没有活动筋骨了，刚好让我活动活动。你看起来瘦瘦弱弱的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？我姐姐天生神力。姑娘厉害，告辞告辞。姑娘真是太厉害了，那3个恶霸在来的路上没少欺负人，这种人就该收拾他们一顿，省得他们以后继续耀武扬威的。都这么久了，这么晒下去，不得晒死人啊！晒不死人，但能饿死人。姐姐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这城门应该不会开了，与其把希望放在那些冰冷冷的官兵身上，还不如靠自己。这时，一个衣着华贵的男人出现在城墙上，面目冰冷地面视着下方众人。秦王殿下，请秦王殿下打开城门，给吾等一条生路啊！众人异口同声的祈求，都跪了下去。站着的几人在此时显得相当的突兀。有戎羌人，戎羌人混在人群之中了，射死他们！百姓们霎时慌了，顾不得磕头祈求，纷纷爬起来四处逃散。大概是找不到戎羌人的缘故，城墙上的官兵迟迟未射箭。苏小彤4人找不到去处，又回到之前的山林里。去京城吧，我就不信逃到天子脚下去，皇上还能不管百姓们的死活。很多人结伴而行，余晌午时分便离开了。姐姐，我们要去京城嘛？可惜我不知道京城在哪里。那些人像是知道京城怎么走，我们可以跟着他们啊。你看他们的身上有粮食吗？好像没有。咱若是跟着他们，往后还不得被他们抢啊？对，不跟着他们，他们坏，那咱们得怎么走？先等等看，看秦王的意思。难道赵景川4人是戎羌人？不对，戎羌人正得势，怎么可能像他这样的逃窜？山下有一个村子，我们可以在人家借宿一晚。到了村子，却发现村里一个人都没有。如此也好，直接找一户看起来不错的人家，先住上一晚再说。姐姐，我们在这里做饭，看到炊烟，会不会把坏人引过来？这地方挺偏僻的，应该不至于吧？临近天亮时，屋外忽然传来走路的声音。饿死了！你们不是说这里有吃的吗？怎么没有？你放心，一会儿我们保证让你吃个够。那女人看他的表情，吓得后退了一步。都跟我们来了，还能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？再说了，你男人都死了，你还怕啥？矮瘦男人拿出了半块饼，为了吃的，他不管不顾地扑过去。这么硬的饼，你一口咽下去，不怕噎死啊？你给我，我还要吃。左右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，也犯不着去掺和。进屋去，先把苏小平叫醒，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姐姐，发生何事了？那边来了几个人，不像是好人，咱们得赶紧走了。半个月后，也不知走到了哪里。
路上时不时的遇见一些流民的尸体。姐姐，那些人都死了吗？死了。咱们赶紧走吧，好吓人。这时，一群衣衫褴褛的流民朝他们这边奔过来。站住，哪里走？姐姐，江河不怕，有小童姐姐在，咱们就不怕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把你们的食物交出来！不想让自己和家人与他们做无谓的争斗，苏小童从背篓里摸索出一小袋米。我们就只有这一袋米了。没有了，就只有这个了。真没有了吧？赶紧的！是真的没有了。你们看，我的背篓都空了。那些流民扑过去，一起争抢粮食和烙饼，赶紧跑！江河，莫非你？晌午过后，苏小童4人跑到了一处有农家的地方，终于可以歇了。前面的农家院内竟然传来了女人惊恐的叫声，怎么回事？你们待在这里别动，我进去看看。你们别抢我的孩子，别抢我的孩子！他们都死了，你还抱着干啥？不给我们也是烂掉。不，他们没死，我的孩子都还活着，都还活着。爸爸，别给他墨迹，赶紧提过来洗干净。不要，不要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求求你们了！苏小童看到这一幕，心都颤了2颤，意念一动，弓箭在手，苏小童将箭尖对准欲抢孩子的男人。别动，再动，我一箭射死你！男人害得脸色大变。你是谁？胆子不小，竟敢管我2人的闲事！我只见过狼吃自己的同胞，却没有想到原来人也会像畜生一样。看样你还没忍受过饥饿的感觉，饿得很了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既然什么都做得出来，那你们跑什么？直接摸到龙羌人的军营里去，既可以杀敌报国，又可以夺取他们的粮食，难道不好吗？你说的轻巧，戎羌人是那么好杀的吗？我们跑到戎羌人的军营里去，恐怕还没靠近就被他们杀死了。又是2个窝里横的懦夫。地上的女人忽然道：“小童，救救我们，救救我们！”苏小童听到那女人的喊声，手中的剑就放了出去。那男人低头看着胸前的剑，似是想不到苏小童会突然出手。你，苏小童迅速地搭上另一支箭。到火边的男人反应过来，赶紧抓起灶台上的破锅，想以此来护住自己。一箭射出去，那人退后几步便倒下去。小童，小童，你是谁？何以认识我？那女人扒开自己脸上遮挡着的凌乱头发，哽咽道：“小童，我是三婶，三婶。”苏小童抽了一口冷气：“三婶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小平，你们快进来。”小海，小海，你怎么了？看苏江海紧闭着双眼，嘴唇干裂，苏小平忙给苏江海先喝一口水。苏小童随即过去给苏江海把脉。姐姐，他怎么了？没事，都晕了。那咱们还有吃的吗？别担心，姐姐有办法。他走到灶火边，在灶台的遮掩下，从空间取出一提纯牛奶。三婶，我来抱，你喝一瓶。王春芽拿着牛奶舍不得喝，我留给小海和小宝。外面的院门忽然咯吱一声，紧接着就有许多人进来了。快喝！姐姐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好喝！牛奶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出去看看。三弟妹，小童会医术，他一定能把小胡治好的。小童怎么会医术呢？是天上的神仙教的，神仙可厉害了，所以现在我家小童也是好厉害。对，是神仙教的。阎王爷说姐姐是老天爷的亲闺女，指不定姐姐上辈子就是神仙呢。院子里来了一大家子的人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。姑娘，打扰了，老朽一家连着赶了多日的路，实在是累得厉害，可否在贵舍叨扰一宿？这是把我当成家主了。那3间房屋你们随便住。多谢姑娘的恩情，老朽一家定铭记于心。苏小童便转身进厨房，顺便把门关了。姐姐，那些是什么人？跟我们一样逃荒的。小童，你看看小宝怎么了？他一直睡着不醒，都没喝多少牛奶。小宝的病情严重，去卧房。苏小童调配药物给小宝输液。小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能吃吗？不能吃，能治病。是我，小胡病了，那这是神仙给的吗？是神仙给的呢。神仙说我们都是好人，一定要好好活着。神仙真好。这针和管子你们都不要碰。不碰。三婶，发生何事了？你怎么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流落在此？你不是跟苏家人在一起吗？还有我三叔呢？他也跟你失散了。那天在4州城的城墙下，官兵放箭射我们，大家逃出来后就一直往北走。为何要往北走？孙礼正说往北走就能到京城去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们跑到一个村里，想在那里借宿，哪知当晚遇到土匪，土匪不仅要抢粮食，还见人就杀。那我三叔呢？我不知道，在后面抵抗，我们在村子外面的山里躲着，可天亮以后都还不见他们过来。那你们有没有继续等他们？有人去村里看，说是村里一个人都没有了，所以大家就走了。去村里查看的人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尸体？没有。三婶不必难过，既然没有找到尸体，那人就一定还活着。对，一定还活着。孙礼正说了，如果大家走散了，那就各自到泸州城外的十里坡去等着。那你怎么和奶奶他们走散了？那天我趁大家休息的时候去周围找野菜，回来的时候他们就都不见了。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我去厨房做点吃的。缸里没水了，他提着水桶走出去。姑娘，
我帮你吧。男子干活很快，来回跑了几次，就把厨房里的水缸打满了。谢谢你了。不用谢，这是应该的。姐姐，他怎么帮咱打水呢？他以为我们是主人家。小声一点，不要让他们知道。知道。二人开始加柴生火煮饭，一起赶路的时间长了，他已经知道苏小彤的空间有粮食的事了。姐姐，你煮这么一大锅稀饭，咱们哪吃得完呢？是挺多的哦，不过没事，我有地方放，空间里只有土豆，好久没吃过蔬菜了，我去看看外面有没有菜园。大嫂，就这点米，我们可怎么煮饭啊？唉，只能再多加点水了。再加，和喝水没什么区别了。先挨过今夜，明日再说吧。姑娘请留步。敢问大爷有啥事？老朽一家从宜州城过来，所到之处，均见本地住户早已逃走，却不知姑娘一家为何不逃呢？我家人病了，等过几天再逃。原来如此。大爷，那戎羌人有没有攻打四周城？10天前，戎羌人就来攻打四周城了。那秦王有没有守住四周城？戎羌人才进攻3天，四周城就被攻破了。那秦王呢？有传言说秦王中箭受伤，命在旦夕，连夜回京了。这里还在四周城的范围内，姑娘一家最好还是赶紧离开，省得落到戎羌人的手里。多谢大爷提醒，我们一定会尽快离开的。稀饭煮熟后，一大锅粘稠的，又开始炖土豆。啥时候才能吃到青菜啊？姐姐，现在咱们还能吃到饭就很不错了。稀得如同清水般的稀饭。娘，我饿。能帮你睡觉，睡着了就不饿了。不，我饿。这天杀的朝廷护不住百姓，咱们干脆反了得了。对，反了得了。与其这么饿死，还不如做出一点轰轰烈烈的大事来。宜州和四周的百姓合起来都是好几万人，只要把大家聚集起来，就能成事。苏小彤瞥见屋檐下的扫帚，突然朝对面道：“接招！”那青年被扫帚打了一个正着。你干什么？如果我扔过去的是一把剑，你说会怎样？就你这种身手，还想反，那不是直接去送命吗？是哦，大哥，刚刚人家姑娘都已经提醒你了，可你还是没避开。那不是还没有准备吗？难道别人杀你，还能让你准备好？就比如戎羌人来侵略咱们凤离国，且问他让咱们凤离国做好准备了吗？那姑娘觉得咱们眼下得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就一直这么逃下去，等到有一天饿死吗？我是觉得与其饿死，还不如拼一把。你觉得朝廷已经腐败不堪了吗？但我不那么认为。这么多百姓忍饥挨饿的逃荒，你觉得朝廷还不够腐败吗？且不说别的，就说蝗虫过后，若不是朝廷发救济粮，你说就那2年的时间，得死多少百姓？姑娘言之有理。可是你看现在的朝廷管百姓的死活了吗？甚至于百姓都逃到城墙下了，城门还紧紧的关着。现在消息闭塞，可能朝廷还不知晓状况，那些丢城弃逃的官员一定会受到惩罚。再则，百姓都是一盘散沙，又如何愿意让你领导？所以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嘛。既然有血性，那就去找一个好将领，投靠他，保家卫国。确实如此，姑娘考虑的周到。这孩子行事莽撞，说话做事都欠缺考虑。爷爷，枉你比姑娘长那么多岁，看待问题却没有姑娘全面。姑娘，出言提醒后，他抓起地上的扫帚便朝苏小彤掷过去。有风声袭来，苏小彤便倏然侧身避开，再一拍，那扫帚便朝着那青年原路返回。姑娘好身手，过奖了。苏小彤把装满稀饭的水桶提到外面去。姑娘，你这是晚饭做多了，吃不完，拿过来和你们一起吃。眼下这光景，谁家还有多余的粮食来招待别人？而他居然舍得。大家吃吧，没啥好的，就稀饭和土豆，能填饱肚子而已。是你们吃什么呢？明日我们重新做啊，我还有粮食。姑娘拿这么多食物给我们，我们实在是过意不去。敢问姑娘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帮忙的？水缸里又没水了，那我去帮姑娘打水。桶在这里呢，得把里面的稀饭吃了，才有桶打水。你刚吃了饭就用力打水，不怕肚子疼了？我没事的。怎么有股这么难闻的味道？男子站在推开的柴房门口，凝望着里面的那2具尸体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怕了，这里怎么会有2个人？你猜？我不知道。既然被你发现了，那就帮忙呗。帮什么忙？一会儿帮我挖个坑，把他们埋了。他们是怎么死的？欺负弱者，强抢别人，欲夺人生命。还好你们一家人都没有那种心思。你是说，如果我们有那种心思，那我也不会手软啊。那边有锄头，就埋到后面的地里。那好吧。干了活，他的手上都是泥。洗洗吧，瞧你又是汗又是泥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拓跋峰，山峰的峰。我姓苏，苏小彤。那你多大了？是17，快18了。看他仍然害怕的样子，苏小彤没忍住的偷笑。你都17、18岁了，我才15呢，你怕啥？今天谢谢你了，看你也累了，回去睡觉吧。好的。大爷，你们这是要走了吗？老朽一家叨扰了一宿，已经很过意不去了，眼看天亮了，就不再打扰了。大爷，你们等一下，拓跋峰，你过来。干什么？
人家姑娘大概是要请你做什么事，你过去吧。苏小彤指着2袋粮食，扛得动吗？拓跋峰傻眼的看着，他有多久没见过这么多粮食了？给你们的，你扛着走吧。这么多粮食都给我们，你把粮食给了我们，你们吃啥呢？我们肯定是多的吃不完了，才会给你们的。那便谢谢姑娘了。2袋粮食足足有140-150斤的样子，感觉到重量，他对苏小彤的感激更是增加了几分。老者一家看到粮食，全都怔住了。这是馒头，1人1个，刚蒸好的，还很热呢，你们小心拿着。2个孩子看看馒头，又去看自家母亲，大人都偷偷抹泪，感动的不行。小妹妹长得真可爱。小女孩忽然取下脖子上的一颗玉坠，姐姐，这个给你。苏小彤推辞不要，她却无论如何都要塞到苏小彤的手里。那等我们以后再见面，我再还给你。好，我也希望再见到姐姐。尽量的多做些。这么多粮食都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是天上的神仙给的，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哦。若是别人来抢，惊动了神仙，神仙下次不给了，那咱们就得饿肚子了。姐姐，咱们今天赶路吗？一会儿咱们就启程。院子里冷不防传来奔跑的脚步声。你怎么回来了？那边有好多戎羌士兵来了，你们快走。离我们这里还有多远？顶多还有3-4里地。姐姐，我去收拾行李。拓跋峰，你怎么会知道戎羌士兵来了？我二叔建议走山里，顺便可以打一些猎物，然后我们爬上山，远远的就看到戎羌士兵的身影了。所以你就跑回来通知我们。姑娘赠粮之恩，我们无以为报，也只有跑回来，提前一点让姑娘知道消息了。我去厨房收拾一下。我为他。那便谢谢小哥了。拓跋峰，你不回去找你家人吗？我爷爷说了，如果来不及赶回去，那就往京城走，以后和他们在京城会合。你原路返回能找着他们吗？应该找不着，他们也怕戎羌士兵进山，所以赶路也急。姐姐，我们要去山里躲吗？不能爬山，咱们现在爬到山上去，那不成活靶子了吗？咱们就沿着乡间小路跑。小童，我还想去泸州城外的十里坡看看。去十里坡，先去那里看看。小童，谢谢您。一行人连续跑了半个时辰，都累得气喘吁吁的。拓跋峰，你不会一天都还没吃饭吧？还没来得及吃。意念一动，在背篓的遮挡下取出2个大馒头，赶紧吃，吃了才有力气。姑娘，又让你浪费了。你帮了我们这么一个大忙，说浪费就太见外了。夜幕降临时，一座庙意外地映入眼中。不用在外露宿了，我先去看看。庙里静悄悄的，他在门前顿了顿，才推开庙门。姐姐，怎么了？你们不要过来！有血腥味，很重的血腥味。该死的戎羌人，侵占了凤梨国的土地，还不放过凤梨国的穷苦百姓。这是戎羌人做的吗？8、9不离10，都是被长枪刺死的。我想杀了他们。拓跋峰，你爷爷他们往京城去了吗？不是，得姑娘启发，我大哥、二哥他们都想去晋州城投靠许将军。咱们这里不是离泸州城最近吗？怎么不去投靠泸州城的守城将军呢？晋州城的许将军爱民如子，是个好官，所以我家人就改道先去晋州城了。远远的听到前面村庄里有叫喊声，你们在这里好好待着，我先去村庄里看看。轻飘飘的越过围墙，好高的轻功。他们说的竟然是日语。苏小彤快速掷出一把匕首，小鬼子，去死吧！钳制着女人的另外2人反应过来，面色大惊。苏小彤出拳击退2人，然后把哭泣的女人一把拉了过来。你过来！苏小彤拔出戎羌人放在床头的刀，握着她的手，用力将她带过去，猛然一砍，一个戎羌人倒下。他们欺负你的时候那么可恶，你为何要害怕？既然他们欺你辱你，那就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。一个戎羌人要逃跑，苏小彤巧妙地用手推在女子的身上，女人的刀直直地刺进一个戎羌人的胸膛，女子双手一软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杀人了，我杀人了！你把刀松开，就不怕他杀了你吗？女子一惊，又惊骇地爬起来，握着刀柄。还有一个，他刚才不是欺辱你吗？杀了他！你们杀了我爹娘，还欺辱我，我要你们死！说罢，拼命地朝另一个人砍过去。外面还有20-30来个戎羌人的样子，咱们一起去杀了他们，你怕吗？不怕，我要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！戎羌鬼子不配为人。拓跋峰，我在这里，咱们赶紧走。我刚刚看到路口那边有几个人过来巡逻。我不走，我要杀了他们。不好，他们过来了，先进来。苏小彤递一把戎羌人的刀给拓跋峰。那我干什么？苏小彤指指他的刀，又指指院门。女子聪慧，瞬间就明白过来。等外面的脚步声近了，她赶紧打开大门。敌人！2个戎羌人立马追进来，院中的2人同时现身，一刀砍在中间的2人身上。后面那人吓得面色一变，转身就跑。女子拿起刀，也加入到战斗。村外的空地上，一群戎羌人在那里燃起了火堆，他们一边烤肉，一边围着火堆跳舞。这么多人，怎么杀？大不了和他们拼了。不着急。苏小彤意念取出几颗药丸，悄无声息地弹到几个火堆里面。那是什么？迷药，能够在短时间内让他们全身无力，
足足等了2刻钟，那些戎羌人终于有了反应，离火堆近的人都软绵绵地坐到了地上。苏小彤找准位置，取出弓箭，倏然3箭齐发，接连射出6支箭，那边就死了6个人。拓跋峰看着这一幕，心中震惊不已。这怎么回事？无奈他们已经没有了战斗能力，只能任人行动。女子想了想，我家人全都被戎羌鬼子杀了，我要留下来报仇。明日肯定会有更多的戎羌鬼子找来，到时你一个人怎么应付？能杀一个是一个，多杀一个都是赚的。对方人多，你一个人跟送死差不多，最好还是保存实力，从长计议。女子却怎么都不愿意走。今夜多谢2位相助。戎羌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，能够伸以援手，自然不该懈怠。现在这么晚，你们要去哪里？我家人还在村口，得去找他们。本来想在这个村子里歇歇脚的。山上有一个小破庙，我带你们过去，先去那里歇一歇。如此也好。破庙在山坳里，轻易不会被人发现，这倒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。我叫春草，你会耍刀吗？不会，我教你一套近身搏击术吧，看你能学会多少。借着月光，女子认真地学了起来。清晨的曙光从东方透下来，苏小彤取出馒头和大家一起吃，顺便给春草2个。姑娘，昨晚你教春草的那些招式，我都看到了。哦，你没睡觉？我睡不着。姑娘真厉害，我想跟姑娘学功夫。我不收徒。姑娘，你就收下我吧，我拜你为师。你拜啥师呢？真是吓死我了。师傅，我是认真的。其实我从小就跟着我爷爷练的，我还算是有一些根基。这位小哥，你为何想要拜师呢？有了高强的武功，我就可以杀戎羌人，保家卫国。对，学好了本事，杀戎羌鬼子，保家卫国。他理解拓跋峰的想法，当即帮拓跋峰求情。你确定要拜我为师？不后悔？不后悔。那行吧，往后在路上我教你，至于能学多少，那就要看你的悟性了。好。吃了早饭，几人与春草告辞。我在庙里给你留了一袋粮食和一把匕首，保重。春草惊呆了。拓跋峰身上带有地图，苏小彤有自信能够找到泸州城去。江河，我刚刚看到桶，那桶里还有稀饭，可我们出门的时候啥都没带，那桶和稀饭是怎么来的？你知道不？神仙给的，大婶说了，小彤姐上辈子积了德，现在天上的神仙都在为她保驾护航呢。这世上真的有神仙啊！苏小彤在石头上取出2匹狼，苏小平吓了一跳，是死的。姐姐，这难不成是你那时候收起来的？对，咱们给它剥皮，砍成小块，烤的时候方便点，还可以炖呢。剥狼皮也是一件麻烦的事，想起自己的徒弟拓跋峰。师傅，你啥时候打的狼？拓跋峰看到地上竟然有菜板和菜刀，还有一只空桶，这些工具都是哪里来的？我姐姐不说，你就什么都不要问。为何？问了他也懒得说啊。不过只要饿不死，你了解那么多干嘛？拓跋峰想想也对，便不再问了。苏小彤在林子里走了一会儿，就看到了许多板栗。默念一声收，树上的板栗就直接进入他的空间，连带刺的外壳都没有。动用精神力容易疲惫，坚持着收完这个地方的板栗，足足有1000多斤的样子。苏小彤便晕乎乎的扶着树干休息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看起来像很累的样子。我是挺累的，要不你们再处理2匹狼？手一动，一点淡淡的金光流动过去，2匹死狼就出现在了拓跋峰的旁边。拓跋峰惊呆了，苏小彤啥都不说，躺下便闭上眼睛睡觉。我姐姐肯定是去做什么累了，让她睡吧，咱们继续处理。你不用问，问了也没用。苏小彤休息的时候就拿着地图研究。姐姐，看这个地图真能找到路吗？至少方向不会错。那我们赶到泸州城的十里坡去要多少时间？以我们的脚程，大概得赶10天的路。咱们确实走得太慢了。没事，慢点就慢点吧。天黑后，几人找了一个相对宽敞的地方，捡一堆柴来烧，便围着火堆坐下烤肉。待开饭时，稀饭、烤肉、浓浓的炖汤和野果，食物简直不要太丰富。10天后，终于到达十里坡。到了，终于到了。姐姐，我们去吗？先送三婶去找三叔，等找到三叔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姐姐，你说三婶和奶奶他们走散，会不会是奶奶他们故意的？很有可能，粮食少了，为了节省粮食，那种事情苏老婆子做得出来。奶奶真是太坏了。王春芽匆匆跑进十里坡的凉亭中，但里面一个人都没有，鼻头一酸，她捂着嘴巴便呜呜咽咽地哭起来。苏小彤在凉亭里面仔细寻找，看是不是有人会留下记号什么的。鱼同音，这是指鱼湾村的意思吗？三婶，你过来看看。这是。王春芽愣了愣，恍然大悟，我想起来了，孙立正说会在路上留下鱼形记号，他们来了，他们一定来了。那孙立正有没有说与他们怎么联系？就只是说在十里坡等着，其他的没说。村里人会不会来了以后又走了？不会，走了以后，孙立正会让人在鱼的旁边留下箭头，现在没有箭头，就是说他们还在。那就等着吧，顺便休息。
一眼，搞不懂为何，哪怕苏小彤的脸上有胎记，他也觉得好看。苏小彤眉头一动，倏然跳起来。准，凉亭外的草丛里有一个脑袋探出来。小平，刘志哥，你们真的在这里呀？小平，你们是啥时候来的？就今日中午，来2个多时辰了。还好，我们明日启程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走了。进了凉亭，他拿着石头便在小鱼旁边画上一个箭头。刘志，你们是要朝晋州城去吗？没办法，泸州城的守城将军也是像泗州城那边一样不开城门。不开城门，许多百姓都在那边的山里。刘志，小海他爹有没有回来？还没有，我们把土匪引开的时候跑散了。我过了3天就找到村里人，可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。怎么还没找来？都这么久了。三婶，你别着急，我三书记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对，一定会没事的。远处忽然有马匹奔来，大家快躲起来！那是戎羌人，可别让他们发现我们在这里。苏小彤站在柱子后面朝山下望，看到有骑兵在追赶一个人，看这衣服好像有点熟悉。仔细辨认一会儿，苏小彤不禁愕然瞪眼。他怎么也来这里了？诚然，骑着马在奔逃的是赵景川。苏小彤沉吟一下，拓跋峰，你帮我守护好家人。话音落，便宛如幻影般下山去。师傅这身法真是太快了。苏小彤一现身，就有许多箭朝他射来。赵景川也是一眼就认出了他，快上马！赵景川着急着喊，搭上赵景川的手。苏小彤飞身上了马背。你怎么突然跑出来了？看见那么多的戎羌人，你不是应该躲在草丛里面吗？可我同事也看见你了。看见我，所以你就出来了。我想看仔细一点，怕认错了。你傻啊，看清了又有什么用？最终，一马2人被戎羌人围了起来。我看见秦王在城墙上指着你说你是戎羌人，现在看来，你和戎羌人8竿子都打不着吗？你那是相信了？不信。凤梨太子果然是风流倜傥，魅力无边，这都要死了，还会跑出一个女人来陪你？你说什么？他是太子？怎么，你还不知道他是凤梨国的太子吗？你们要抓的人是本太子，与他无关。只要你们把他放了，本太子便与你们回去。既然他如此重要，那我们就更是不能把他放走了。你不能招惹吗？招惹了我，对你们可没有任何好处。一会儿我下马去拖住他们，你赶紧骑着马跑。看在你如此护我周全的份上，今日我便帮你收拾这些戎羌鬼子。你还是逃吧，没必要与我一起送死。谁死还不一定呢，你拉好缰绳就好。心念一动，一把冲锋枪就出现在了手中。苏小彤举枪对着他们，敢在我凤梨国的土地上作恶多端，今日我便让你们尝尝厉害。不好，他手里拿的是暗器，弓箭手，射箭。这苏小彤并不给他这个机会，冲锋枪射击的声音突如其来地响彻在这片天空中。赵景川操控马匹，苏小彤专心扫射，不一会儿，在场的戎羌士兵就全部解决。对苏小彤手中的武器，他稀罕的不行。倘若凤梨国的士兵每人都能拿这么一个武器，那何愁打不过戎羌人？把戎羌灭国都不是难事。小彤姑娘，那个我可以看看这个吗？想看就看。可惜空间里的弹夹顶多还有3个，太少了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真舍不得用。你这暗器好生精致，到底是怎么做的？他学着苏小彤的姿势想扫射一番，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怎么到了我的手里就不响了？没有弹夹啊。弹夹是啥？好了，你懂不了。我一学不就懂了吗？苏小彤把冲锋枪拿过来，意念一动，冲锋枪就在他的手中消失了。那暗器呢？你放哪里去了？那不是暗器，那是武器，名叫冲锋枪，我收起来了。收起来了？没有啊，你身上看起来啥都没有，能收到哪去了？不探出一个所以然来，估计他就不会死心。那你发誓不告诉任何人，我就告诉你。我发誓绝不把你的秘密告诉任何人，若有违誓言，天打雷劈。在这里面，这里面内藏空间，可以把许多嫌累赘又必须要的东西放进去。怎么放？靠精神力来控制。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？做梦的时候，老天爷给的。你开玩笑吧？是我从另一个世界带来的，你信吗？真是满口胡言乱语。你那个特别厉害的武器多吗？不多，只有1把。那能再做出来吗？应该是做不出来。明知那武器厉害，却做不出来，那不是很遗憾吗？没办法，条件不允许。苏小彤集中精神力，将所有戎羌人的兵器都收入了他的拦截空间。太神奇了！这戒指与我的灵魂契约过了，任何时候都只能为我所用，也不会被别人抢走。抢走了也会回来的。那若是有人杀了你，是不是就能拿到这戒指了？我若死了，这戒指也会跟着我的灵魂消失。小彤姑娘的救命之恩，在下真是无以为报。那就是不想报答了。不是。那你准备怎么报答呢？只要不是以身相许，什么都好说。你在想什么呢？你以身相许，我还得养你，我可没那么多的粮食。那个，等我回到京城，我一定给你很多钱。钱？我拿钱来干嘛？你不要钱啊？以后再说吧。赵姬和荣幸兄弟呢？荣幸去晋州城找徐将军，荣义去泸州城找魏将军。昨夜我与赵姬去戎羌军营打探消息，被戎羌士兵发现。赵姬去引开戎羌士兵，没想到我也被一队戎羌士兵追杀。你这太子做的！
我在宜州城被人暗杀，而宜州城的城门也在夜间突然被人打开。我感觉有人叛国，在与戎羌人里应外合，却又苦于没有证据。你们上面的人争权夺势，结果苦的是我们这些老百姓。你看这一路上死了多少人了？都怪我没有预先防着有人在军中使坏。你是在听到戎羌人攻打宜州城的消息，才快马加鞭的从京城赶来的吧？是。如此，你对宜州城的士兵不了解，又如何能防着有人在军中使坏？你是说，在我来之前就已经有人潜入到宜州城的军营中了？极有可能，你一来就遭人暗杀，且宜州城还被人攻破了。你说这代表了什么？赵景川想了想，抽了一口凉气。你是说有人故意引我来，然后让我背黑锅？如果此前戎羌人一直围而不攻，却在你来了之后就大举进攻，那你所说的就有可能是事实了。那个秦王殿下，他是和你一道从京城来宜州城的吧？对。他在4州城的城墙上指着你说你是戎羌人，还命城墙上的士兵射箭杀死你。此人心思之歹毒可见一斑。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用我这个小老百姓的眼睛来看，那秦王殿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胆子可真大，连这种话都敢说。那我在你面前说了，你会把这话去告诉他吗？不会。那不就得了？你让荣姓兄弟去找晋州城的徐将军和泸州城的魏将军，难不成是想去探一探虚实，看这2个将军有没有被奸人收买，投靠敌国？你还真是一猜就中。话说，你真的只是一个乡下丫头吗？我带着上一世的记忆投胎的。哪有那种事？你又继续胡说八道了。忽然咕噜一声，赵景川的肚子叫了起来。苏小彤取出一个馒头，吃吧。说空间2个字。我知道，在别人的面前一定不说，不管有人没人都不准说。知道了，那个在旁人的面前，你也不要说我是太子，可好？的。这馒头怎么还是热的？难不成那个东西有保温的作用？又变成好奇宝宝了。他们来了。有志，之前李正大伯不是说要等到10月吗？这还没到时间，怎么就要走了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再等下去，大家都得饿死。那还没赶来的人，咱们就不管了吗？你们不用担心，李正大伯让我们沿途留下记号，他们知道那记号的意思，看到了应该就会找来了。小海他爹要是找不回来，可怎么办啊？大家有没有去泸州城看看？去过了，开始那几日，魏将军还开城门给大家施了几次粥，但后来赶去泸州城的百姓太多了，魏将军顾不上，就只有奉劝大家北上去京城了。那戎羌人有没有打过来？有人打探到消息，也就是这2、3天的时间，戎羌人就会打过来了。听说晋州城的徐将军是一个铁血硬汉，戎羌人若是打过去，他肯定会坚守城墙，护一方百姓平安。一路走来，都会听人说徐将军如何如何的好，看来徐将军真是一个爱民护民的好人。咱们赶紧走吧，去晚了，村里人都会着急，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。你走吧，我们不去了。啊，小童，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大家，怎么不一起走呢？我们在后面跟着就行。小童，你还是带着家人和村里人一起走吧。听说这一带有很多土匪，许多逃荒的百姓都被抢了。姐姐，咱们去吧，和他们一起，好歹人多势众，土匪见了都会惧怕3分。那好吧，我们跟你一起过去。这就对了吗？苏小彤一行人足足有9个，苏老婆子一看脸色就变了。苏小彤，你本事还不小，居然能带着他们赶过来。托奶奶的福，自然是饿不死。既然饿不死，那就滚一边去，省得碍眼。奶奶，我3婶带着孩子好不容易找回来了，她当初是怎么丢的？你就一句都不问吗？成天就只知道乱跑，丢了也怨不得我老婆子。娘，我没有乱跑，我是去挖野菜了。没饿死，你也是一个有本事的。这都是全靠小童帮忙。既然那么厉害，那就继续帮吧。请奶奶记住今日对我们的态度，他日风水轮流转，可别怪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啥？说什么鬼话呢？别以为跟人家贵公子混了几日，就啥都懂了。不够咱们1人1碗，你还不走吗？你那好侄女刚刚可是答应了要继续帮你的。我王春雅眼睛一红，默默地向苏小彤的方向跟过去。一群人找了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停下来。姐姐，我去捡柴来生火。我和你一起去。小童，你们要柴生火吧，我那里还有许多柴，你们去抱一些来烧得了。那便谢谢杨大娘了。我来生火，我帮忙。苏小彤特意煮了2锅疙瘩汤，苏小平给杨大娘家端去半锅饭。娘，没想到小彤和小平还是2个会感恩的。说啥恩呢？几捆柴而已。他肯定是还记得你曾经给他们送吃的事。娘时常说好人有好报，我也觉得是。苏家2房这边，苏老婆子惊讶地瞪着布满皱纹的双眼。送人，老2家的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亲眼所见呢。我也看到了。这败家的玩意不给我老婆子送来，居然给别人送去。走，去找苏小彤。我说苏小彤，你是吃事太多了吗？还送人？你说啥呢？就是你刚刚煮的疙瘩汤，你怎么送人了？你都说了是我煮的，那与你有关吗？
怎么就与我老婆子没关了？再怎么着，你还是我苏家的孙女，所以你想怎么着？需要回来呀！现在逃荒，粮食比银子还珍贵，你个脑袋被门挤了的傻货，居然舍得送给别人，人家都已经吃下去了，怎么要回来？让他们拉给你吗？啥？你竟然敢骂我老婆子吃屎？没有啊，我娘可是从来都没有教过我骂人呢。真是无法无天了，竟然如此顶撞我老婆子。小童，你们的知识既然有多的，那就拿一些孝敬奶奶呗。我们始终是你的亲人，你与其送给别人，还不如分给我们，你说是吧？不是吧？我记得我们早就分家了。即便分家，我们也是一家人啊。一家人，我弟弟妹妹饿肚子的时候，杨大娘给了他们一个窝窝头，你们怎么不给呢？这叫感恩图报，不会感恩，那岂不是跟白眼狼一样吗？知道了。我苏家的事与你们有什么关系？要说恩情，我老婆子身为她的奶奶，把她养这么大，还一点恩情都没有了吗？苏小童，你把吃食送给别人，粮食是真的吃不完吗？吃得完啊，我们这么多人呢，你不用操心。你若是想要，得去向他讨，但他愿不愿意给你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他给的。他是富家公子，逃荒的时候就准备了很多粮食，哪像我们和您分家的时候，就只得了10几个土豆。能不能匀一点给我们？粮食不能给你们，给了你们，我们吃什么？我可以给你洗衣做饭来交换，我会洗衣服，也很会做饭的。你干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公子，小女莽撞，差点冲撞了您。娘，时候不早了，咱就先回去了。我得去放一个信号，不出意外的情况下，赵熙和荣幸、荣毅今晚都会回来。姐姐，那个赵公子，你不怕他吗？我怕他干嘛？小平，难道你怕他？怕，干嘛要怕他？他说话时眼神冷冷的，我好怕他发火哦。刚才还真是幸好有他，要不然奶奶和二婶都不知道要啥时候才走呢。有赵景川在，他们以后就不敢来了。破拔风，师傅，你喊我。你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办法搭2个帐篷？不出意外的话，今晚可能要下雨。搭帐篷？油纸在那边。今晚要下雨，你们睡在这里，不怕上游发大水把你们冲走吗？今晚要下雨吗？下什么雨？都快50天了，何时下过一滴雨？但今晚的天气确实比前些天凉多了。秋天到了，夜里凉下来，那不是挺正常的吗？还是小心点好，我今晚就不在这里睡了。你傻不傻？你一走，刚好给别人腾位置。苏小童围着帐篷观察了一阵，还可以，空间够大。苏小童意念一动，取出8床被褥，4床铺地上，4床盖在上面。天灰蒙蒙亮时，碧妙了一宿的天空忽然噼里啪啦的下起雨来，好大的雨！发大水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难不成有人被大水冲走了吗？苏小童的手一动，2把大伞忽然出现在手中。好恐怖！刚刚被大水冲走了3个人，都是昨夜在水潭边睡觉的。昨晚小童说了可能会发大水，可他们都不信啊。你说什么？小童知道会发大水？是呀，是呀，我幸亏听了小童的话。苏小童，你说这雨会下多久啊？可能会下2天吧。2天啊，时间真长。看来我们还得在这里等雨停了才能走。这2天咱们吃啥呢？山下像是有人骑着马来了，你要不要去看一看？哦，好像还真的有马蹄声。你的耳力真好，我去看看。他就是赵公子吗？好高哦！你烙的饼真好吃，像是有猪油。赵公子啥都有，真好！你竟然认识了这么一个富家公子。你吃吧，一会儿我给你几斤板栗拿回去。真的吗？你有板栗？天啊，太感谢你了！这些都给我吗？这好像太多了。没事，我还有。杨四内激动得语无伦次，接连道了几句谢，才抱着板栗离开。孙铁头，你挡着我干什么？你抱着啥呢？吃的吗？给铁头哥吃点呗。想吃你自己去找，我才不要给你。那你不给我吃的话，就让我吃你。你不要脸！要脸干啥？反正早晚都是死，还不如在活着的时候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你别碰我，我口袋里装的是板栗，我给你抓1把。1把怎么够呢？那2把。2把也不够。3把，顶多4把。还是太少了，你把口袋全部给我吧。全部给你了，我家吃什么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不要抢，不要抢，我不给你！这惊慌失措的声音传出去，苏小童眉眼一沉，撑起伞朝雨中走去。苏小童捡起一块石头，对准孙铁头，倏然掷过去。谁打我？孙铁头，不想死的话，你就赶紧滚！这口袋板栗是我的，说好了一起分，可他竟然想一人独吞了。你睁着眼睛说瞎话呢？那是我刚刚给四妹的。你给的？怎了？你还想抢吗？不敢不敢。我送你回去。中午时分，赵景川终于回来，同行的还有荣幸，他肩上扛着魏将军给的2袋粮食。属下看到秦王殿下的贴身侍卫去找魏将军了。哦，那他有没有发现你？
没有，属下躲在暗处。荣羌人攻打四州城那会，不就有传言说秦王中剑回京了吗？确实有人传出这样的消息。既然已经回京，那又怎么会派贴身侍卫来见魏将军呢？这其中有许多逻辑不通的地方，除非秦王压根就没有回京，传出回京的消息却又潜藏在暗处，是有何目的？眼下荣羌人就要攻打泸州城，不知道魏将军会如何守城。如果泸州城守不了几天，就像四州城一样被荣羌人攻破了，这其中就不能说没有猫腻了。保险起见，看来咱们不能贸然的去泸州城了。荣幸，你跟魏将军是怎么商量的？他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。啊，少爷，放心吧，若没有他，你家少爷都不知道死几次了。以后还请小童姑娘保密，少爷的身份是一定不能暴露出去的。我知道。魏将军的态度模棱两可，他倒是真诚的想迎少爷过去，就是怕秦王殿下的人去见了他，后续会生出什么变故。少爷，赵奇能。我与他被荣羌人追击之时，他把荣羌人引开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小童，这伞可否借给他？拿去吧，随便用。不用了，属下骑马，速度快，用不上。这伞是什么材质做的？我怎么看不出来呢？你研究一把伞干什么？还是好好想一想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吧。我还想研究研究你那个武器是怎么做出来的。就目前的科技来说，那东西是做不出来的。大雨下了2天，终于停了，大家凑在一起闲聊，又把苏小童吹捧了一通。他不过就是刚好说中了而已，有啥稀奇的？他要是神的话，怎么不弄点粮食出来给大家吃？他还不是靠男人吃饭，若不是有那个赵公子，信不信他那一家子早都饿死了？就是，他一个姑娘家，从苏家分出来，养活他自己都艰难，还养活一家人，怎么可能？人家小童没嫁人，就算是嫁给赵公子也是可以的。苏老太太不是早就把她许给大水村的葛瘸子了吗？苏老太太还收了人家5两银子呢，要不是逃荒，葛瘸子肯定早都来要媳妇了。昨天中午，我看到一个人跟着赵公子回来了，带了2袋粮食。你是说有人给他送粮食？朱美美看着怀里饿得昏昏欲睡的女儿，鼓起勇气抱着女儿朝苏小童驻扎的地方走去。看到苏小童，一下就跪了下去。苏小童吓了一跳：“你是谁？这是干什么？”大姑娘，求求您救救我的女儿吧，她就快饿死了。她是朱美美，小时候和我是一个村的，现在嫁给了孙李正的堂弟。春雅姐，我女儿要饿死了。李正大伯家也没有粮食了吗？没有了，我们都没有粮食了。大姑娘，您行好，给我女儿一点吃的吧。小童，给她吧。朱美美激动地把碗接到手里。敏儿，你吃了就好了。敏儿，咱们吃几口就饿不死了。娘一会儿去给你找吃的，这碗里剩下的稀饭，咱们留给弟弟好不好？春雅姐，剩下的你喂儿子，我女儿这会好多了。给吗？你有东西装吗？我给你盛1碗米，你拿回去自己煮。我可以用衣服兜着的。大姑娘，谢谢你，就谢赵公子吧，那是他的米。朱美美转一个方向，又继续道谢。展茶之后，苏小童看着帐篷前面跪着的10几个人，头都大了。大姑娘，求求你了，几天没有吃的，孩子都快饿死了，求你帮忙吧！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们一定会铭记于心的。大姑娘，我们就要一点，让孩子缓过劲来就好。姐姐，怎么办？刀扎似的难受。小童，给他们吧。好吧，咱们凤梨国的百姓真的一点粮食都找不出来了吗？不是的，四州城和泸州城以及晋州城那边连续几年都是大丰收。这么说应该有很多粮食了，现在都基本上被荣羌人抢走了。一会儿功夫，2袋米就分得只剩下小半口袋了。孙铁头和李泼猴也来求。你们知道荣羌人在我们凤梨国到处抢粮的事吧？知道。既然如此，那若是让你2人跟我们去荣羌人的军营把粮食抢回来，你们敢吗？苏小童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我不去，荣羌人杀人不眨眼，我去了还不得被他们杀死？是啊，去荣羌人的军营，那不就是送死吗？你们不是要粮食吗？不去荣羌人那里抢回来，哪来的粮食？不给就不给，倒叫我们去荣羌人那里抢，可真是心寒！你这就是让我们去送死？就是，你去问问咱村里人谁敢去荣羌人那里抢粮食？破八风，如果要你去荣羌人那里抢粮食，你敢吗？哥，与其憋屈的饿死，还不如去杀几个荣羌人快活。好样的，师傅，那咱啥时候去？先不急，苏老婆子和2房那几个人也赶了过来。赵景川，那几个人先交给你，我一会儿再回来。话音未落，人已溜走。赵公子，苏小童呢？赵景川打量几人一眼，没有答话。问你话呢？你是谁？有何资格来向本少爷问话？你娶了我老婆子的孙女，我老婆子还没有资格吗？什么？我啥时候娶你孙女了？你现在跟苏小童那个不孝女天天鬼混，难道不是打算把她娶了吗？我和你孙女没有啥关系，你别瞎猜。娘，找小童要粮食。苏小童在那里追。半晌后，苏小童才回来，后面跟着荣幸和赵七。赵七，你伤得重不重？多谢少爷挂念，不碍事的。你坐下吧，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。多谢苏姑娘。
小童，这一带有很多土匪，你和你家人不能走得太落后了。谢谢李正大伯，我知道了。苏小童，你个天打雷劈的不孝子孙！我喊你，你干嘛要跑？找我有事吗？咱们不是分家了吗？小童，你就别气你奶奶了，咱们没吃饱，本来就没啥力气，你再给他气出一个好歹来，那可咋行啊？没事，奶奶若是气死了，我保证帮忙挖个坑埋了。啥？二婶若是死了，我也帮忙挖坑。苏小童，你说的啥话呢？你给我老婆子站住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小童，你快来看看，你奶奶快不行了。抽搐。苏小花，奶奶平时对你最好了，你快哭啊！孙大夫听见消息，紧赶慢赶的过来，二话不说便给苏老婆子把脉。检查之后，苏老婆子缓过劲来。老苏家的年纪大了，不能总是生气，以后注意让心情平和一点。苏小童趁机走人。苏小童娘，他现在有粮食，咱们还得想办法从他那里弄点来。你把他得罪了，咱们可一点好处都捞不着。你的意思是我老婆子还得求着他点？娘，咱们暂时低头，等熬过了这一关，找一个地方安定下来再说。半个时辰后，大家停下来休息。林中忽然响起野猪的声音，苏小童一惊，有野猪？你会打野猪吗？那你会吗？我至今还没见过野猪。那一起。少爷，野猪凶残，您不可靠近。你们都快把你家少爷养成温室里的花朵了。赵景川随即跟上。你们留在这里，保护其他人的安全。留着他们盯上那头野猪了。他们人多，一头野猪应该能收拾吧？好像不止一头，可能有7、8头。野猪的攻击力不小，遇到7、8头野猪，刘志等人恐怕还应付不来。咱们赶紧过去。若是都打下来，够吃一阵子了。师傅，我们要过去帮忙吗？刀给我。背面，刘志倒霉的被那头大野猪追，突然一把刀飞过来，刚好从野猪的脖子下方直直的刺进心脏，一头野猪倒地，后面的野猪又冲过来。刘志，小心！赵景川提剑快速过去，挡住那头野猪的攻势。苏小童心念一动，一把弓箭便出现在手中，两支箭同时射出去，几人配合着，用了1刻钟的时间，就撂倒了4头。后面的几头看势不妙，便转身逃跑了。宋猎户组织大家收拾野猪，看野猪身上所中的致命伤，全是出自苏小童3人之手。如此，我们是没有资格来均分这些猎物的。宋大伯，这些野猪打了就是我们大家的，每个人都有功劳。宋猎户感激的点头。那好，等我们把这些野猪抬回去，让村里人都来分食。苏小童，刚刚谢谢你救了我。你以前不是也救过我吗？那现在咱们就当是扯平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土匪来了！大概来了多少土匪？应该有30多个。他们30、40个人就想来抢我们300多人的队伍。他们拿着刀，模样都凶神恶煞的。大家快把野猪套好了，抬起来，咱们立马赶回去。小童，你是说让我们把野猪抬回去，而不是先藏起来吗？藏不住的，血腥味太重了。咱抬回去会被他们抢走的。别怕，他们人多，我们的人更多。你们还会干什么？我是土匪，不抢家劫舍，要干啥呢？戎羌人都已经攻打进来了，你们就没有想过去抵御外敌吗？抵御外敌那是官兵的事，与我等没有关系。你看看他们，现在谁不是饿得面黄肌瘦的，被戎羌人追赶，他们一路逃荒，粮食早都吃光了，现在哪里还有粮食给你们？反正交不出粮食来，你们就别想从这里过去。我们是真的没有粮食了。大当家，有野猪，好几头野猪。土匪头领眼睛一亮，头都动了动。好久没吃肉了，没有粮食，那就用野猪来顶替。你想得美！胆敢不从，老子就先杀了他。你胆敢杀他试试？亲吻的女声这时忽然响起。你是谁？苏小童，老天爷的亲闺女，专门来对付你这种人的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奉劝你还是把我们的李正放了。若是我不放呢？你杀他1个，我便杀你们2个。哟呵！你敢？不信你就试试，或许我可以考虑把你们这些专门欺负百姓的土匪都杀了，以绝后患。天空这时飞来2只鸽子，苏小童忽然抬起弓箭，脱手将2支箭射了出去，2只鸽子从天空掉下来，身上各插着1支箭。土匪头领分神的功夫，苏小童已是栖身过来，将他控制。大当家的，别动，否则我便让他的脑袋与身体分家。李正大伯，你先回去。小童，你小心一点。你用射箭来转移我的注意力，然后趁机把人救回去。你这算什么本事？说白了就是偷袭。既然不服输，那咱们就来一场公平的比试。就你这瘦弱的样子，还想跟我来一场公平的比试？接着，苏小童将他的刀扔过去，废话都不想多说。你说真的？怎了？你怕了？那你说比试啥？射箭、刀法、轻功，你随便选。比刀法。扣拔风，刀拿来。好的。这把刀刚刚砍了几头野猪，还挺好用的。大当家的，这比试没有一点赌注也没意思啊。对，必须得有赌注。你想要什么样的赌注？就要那些野猪。可以。那我若是胜了，你将给予什么样赌注呢？我保你们以后在这一带走，绝不再受到其他山头的土匪的骚扰。可以。土匪头子抡起刀向苏小童砍去，那架势看得众村民胆战心惊。
一招，只是一招，苏小彤的刀就斜靠在土匪头领的脖子上了。这不算，我都还没有看到你出手，怎么就败了呢？行，让你一次。土匪头子又一次进攻，苏小彤倏然转身，身形如幻影般到达他的背后，刀又一次架在了他的脖子上。不行，我先进攻，你看到了我的招式，化解起来自然就轻松了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先进攻？对，你先进攻。击上一扔，你敢不敢比掌法？苏小彤面不改色，有何不敢？土匪头领提气运功，是将苏小彤击飞出去。哇！几掌之后，苏小彤依然稳如泰山般无动于衷。这小姑娘在任何方面都比我强，不得不服人家了。姑娘好身手，在下甘拜下风。大当家客气。眼角余光忽然看见被箭射中的鸽子腿上绑着一个小型的竹筒，这难道是传递消息的信鸽吗？纸条上面写了2行字，这是信鸽身上带的。大当家要不要看看？我认不得字，看了也是白看。你看看吧。赵景川一看，面色大惊。少爷，上面写的是啥？有商队要给荣羌大军送粮草。注意看，上面写的可是咱凤梨国的文字。确实是凤梨国的文字。有蹊跷，如果荣羌人之间传递信息，那用的应该是荣羌文字，而这里用的是凤梨国的文字，显然传递信息的是凤梨国之人。少爷，给荣羌人筹措粮草的是凤梨国人，那岂不是说咱凤梨国出现叛徒了吗？看样确实如此。苏小彤心念一动，大当家的，他们说的话你听到了吧？有没有兴趣一起干一票？干一票？怎么干？你们敢不敢与我们去把那些粮草抢了？抢劫粮草？如果你们愿意跟我们合作，那我们便拿2头野猪送给你们，如何？你能做主？宋大伯，给他们2头野猪，可行？小童姑娘，你决定就好。大当家是否愿意一起干？你们就这些人能行吗？正是因为人少，才要与你们合作，若不然我们自己就去干了。好，干就干。大当家的英明，荣羌人来霸占我们凤梨国的领土，还强抢我们的粮食，这次我们就去抢回来。大哥，就不怕那些荣羌人来扫平我们鱼龙寨吗？你是不是一看到荣羌人就会吓得尿裤子？就那些演的东西，还没人家小姑娘有骨气。就是身为男人，生当为英豪，死亦为鬼雄。土匪头领邀请大家先去鱼龙寨暂时落脚，苏小彤想都没想便答应了。我们并不知道运粮队啥时候来，得怎么办才能劫到荣羌人的粮草呢？我们也只有先考察地形，然后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埋伏着，等他们一来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苏姑娘是不是得按他说的办？按他说的办，这就是所谓的守株待兔。接下来，魏大锤亲自带领他们去考察地形。运粮草会用到车队，是以宽阔的官路是运粮队唯一的选择。众人埋伏下来，静候运粮队的到来。怎么还不来？或者压根就不会走这条路？亮，这天都黑了，咱们是不是得回去，待明日再来？若是他们今夜在这里路过，那咱们回去岂不是刚好与他们错过？有道理。忽然有马蹄声传来，大家警戒，大战在即。众人屏住呼吸，心跳自然加速。苏小彤盯着黑夜中模糊影子的动静，将一支箭搭在弦上。15辆马车，每一辆马车上都堆积得满满的。护送粮草的人的步伐统一整齐，应该是军人。他们穿着商队的衣服，看不出是哪国人。时机已到，苏小彤倏然将箭射出去。静寂的夜里，箭头划破长空的声音异常的清晰。有人惨叫一声，从马背上摔下来。苏小彤又射出去2箭，喊道：“推石头！”石头滚落下来，卡住了车轮，马车便无法动弹一步，整个车队混乱的不行。密集的箭雨也倾泻而下，冲啦！大家吆喝着，声势浩大而吓人。小半个时辰后，这场伏击战就在众人勇猛的攻击中结束。粮食，好多的粮食！忽然砰砰2声响，一个还未断气的人趁众人不注意之时，把一颗信号弹发射到天上去。那是荣羌人的信号弹，我见过。他把消息传递出去，就会有荣羌大军来了。我们好不容易把这批粮食抢到手，绝不能让他们再抢回去。赶紧扛，能扛1袋是1袋。对，马车去不了山上，那咱们就扛回去。我们只有110个人，一人扛了1袋，到时候还有一半剩在这里。太可惜了，把剩下的粮食一把火给烧了，咱们得不了，也别让荣羌人拿走。赵景川知道苏小彤的拦截空间能装不少东西，不要再耽误时间了，各位先扛着走，剩下的我来处理。还剩下9辆马车的粮食，那个东西能装吗？没事，应该能撑得住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集中精神力，抬起手臂，淡金色的光芒宛如流水般流淌过去，不一会儿就将马车上的粮食口袋包裹在其中。拓跋力、荣幸和赵七看到那一幕，全都惊得目瞪口呆。粮食太多，苏小彤要想全部收入空间，得耗费不少的精神力。苏小彤坚持着，眉头皱得紧紧的。半刻钟过去，他保持着那个动作，还是没有任何动静。小彤，别太为难。苏小彤的手一握，淡金色的光芒所包裹的粮食口袋瞬间消失。成了。一下飞到了地上。小彤，撑不住了，得麻烦你背我回去了。好，我背你。小彤姑娘的秘密，你们以后切不可在旁人面前提起。
少爷放心，我们二人绝不会对外透露。我也不会说。不过刚刚那些粮食去哪里了？不知道就好，别问也别说。我来背师傅吧。不用你，地上的弓箭归你。赵景川走在前面，哪怕背着苏小童，他也走得轻松自如。少爷，快看山下！只见官道上出现了许多火把，像是戎羌大军已经来了。快走！回到鱼龙寨已是5更时分。第二天，所有人家都分到了粮食，自然是一片喜气洋洋。原计划在鱼龙寨休息1日就要启程的，哪知苏小童竟然一睡不醒。孙大夫想用银针来刺激苏小童的穴位，迫使苏小童苏醒过来。赵景川赶紧阻拦：“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没有把握治好他的病情，随便扎几针也没用。那咱就不管了吗？不管了，我看他就是困了，等他睡好了就会醒来的。”赵景川一直坐在床边守候，足足2天的时间都没有合过眼。的确，苏小童只是睡着了。3天之后，意识逐渐回笼，终于悠悠醒来。师傅，你醒来了，是不是就好了？本来是要睡半个月的，被你们一吵，3天就醒过来了，你说好不好？哦，睡半个月，人还能不吃不喝的睡半个月？你去给我弄点吃的吧。好。姐姐，小平，娘和弟弟呢？他们跟鱼龙寨的那些小孩玩去了。娘现在这样，也不知是好还是不好，反正是玩得很开心。只要娘不头疼就好。鱼龙寨得到消息，泸州城被攻破了。才3天的时间，戎羌大军就把泸州城攻破了。是泸州城太容易攻破，还是戎羌大军真的势不可挡？鱼龙寨还得到消息，戎羌大军即将掉头来攻打晋州城，只要把晋州城攻破，凤离国的京城就岌岌可危了。不是说泸州城离京城近，从泸州城直逼京城能省不少时间吗？戎羌大军怎么会改道来这边？为了护住京城的安危，皇上派了10万大军去驻守徐州城，大概是发现从泸州城过去的徐州城不好打下来，所以戎羌大军才会改其道而行之。次日，有一个好消息传到鱼龙寨。为了保护百姓，晋州城的徐将军将用2日的时间来接收从别处逃荒而来的百姓。这是唯一一个能摆脱被戎羌人追赶夺命的机会。拓跋峰，你背我，咱们走。景川，赵景川眉头一皱：“小童还是没有力气走路吗？我来背吧。”不用了，我能背。小平，你们收拾妥当了吗？大家已经启程了，快走吧。拓跋峰，我带他骑马，你去扛粮食。啊！没想到你那样会伤身，我之前还以为很容易，早知如此，咱们就不那么冒险了。就是精神不济而已，休息一段时间，或者说沉睡几天就好了。赵景川，晋州城的徐将军会不会也突然改变主意，将百姓拒之城外？不会，徐将军不是那样的人。那就好。傍晚时分，晋州城的城墙终于出现在眼中。赵景川，你不改装还骑马，不怕遭到侍卫的盘问吗？不怕，我已经与荣义取得了联系，他会在城门口接我们。容易看见了骑在马背上的赵景川，忙欣喜地迎过去。城里在几天之内涌入了几万百姓，其拥挤程度可想而知。苏小童继续沉睡，赵景川每日守着。10天后，戎羌大军就集结到了晋州城下。赵景川，是你吗？赵景川心下一喜，便奔进去。赵七，里面躺着的是何人？太子殿下何故如此着急？是一个很厉害的姑娘，救过太子殿下的命，所以太子殿下才会如此关心她的。赵景川，外面还有一个人，是吧？来的是守卫晋州城的徐将军，怎么了？苏小童皱着眉头，再用精神力感受一下，掀开被子穿鞋下床。苏小童看见他，目光便在他的身上扫视。让太子殿下挂念前日日守候的女子，即便不是国色天香，至少也应该是一个小家碧玉。可是这个女子……苏小童走到他的身边，眼中打量的意味更浓。姑娘在看什么？你是徐将军？是。你身上带了什么东西？没什么东西呀。对，你身上一定带着什么东西。苏小童闭目感受一下，一个吊坠。哟，你是说这个吗？徐将军从甲胄内掏出一块形状美观的坠子。那是玉吗？回太子殿下，不是玉，而是天石，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碎片。是陨石？陨石嘛，本将还没听人这般说过。徐将军，这块陨石你可否让给我？我是说卖给我。不好意思，姑娘，这块石头不卖。为何不卖？它对你很重要吗？解释起来要费一番口舌。而城外，戎羌集结了几万大军，眼看就要攻城了，他心里很着急。姑娘，本将今日有急事，改日再研究这块石头吧。10年前，晋州城天降奇观，而后天上掉下一大块天石，在城外砸了一个大坑。鉴于国师在几年前有过预测，所以末将便将那块天石运送到京城，献给皇上。皇上高兴，恰好那石头掉了一小块下来，便命将人打造成一个吊坠，赏与末将。皇上赏的，他当珍宝一样的带着，自然是很重要。那东西与我的精神力产生共鸣，我能感受得到。此时，城外忽然响起擂鼓之声，这是要进攻的征兆。徐将军心神一凛，着急的告辞：“徐将军，你把那块陨石让给我，我便助你抵御外敌。”你抵御外敌？徐将军，若是办不到，我便把石头还给你。太子殿下为我作证，你信不过我，难道还能信不过太子殿下吗？
徐将军，你放心，若是他办不到，那本太子一定让他把天石还给你。若是他把天石丢了，那本太子回京之后，定去向皇上给你求一块。喜欢你便拿着吧。苏小童拿到那块陨石，顿时欣喜若狂，转身奔进屋里，便盘腿运功。须臾后，苏小童托在掌心里的那块天石便散发出金色的光晕，并朝着他的脑门钻进去。陨石不大，若是能再来几块就好了。南面的城墙上，戎羌大军前仆后继地架着云梯往上爬，戎羌大军越战越勇，竟然丝毫没有停息的样子。苏小童从高处往下望，所有战士的状况都尽收眼底。他心念一动，便取出一把狙击枪来。他手中拿的乃是现代国际上先进的重狙步枪，射程在3000米到4000米左右。和戎羌大军的那些冷兵器相比，他的武器先进了何止1000倍。苏小童观察了一番，便找到了在后方指挥战斗的戎羌将领，倏然后动扳机，距离1500多米的样子，子弹在空中飞行不到2秒钟，便准确无误地命中目标。敌方头领猝不及防的脑袋一疼，眨眼就朝后倒去。小本将军，小本将军。苏小童移动方位，砰砰砰的接连开了3枪，一下死了几个将领，其余的副将都惊慌了起来。怎么回事？哪来的暗器？战斗越来越激烈，耳中只听得到双方战士情绪激昂的呼声。苏小童不想过多浪费子弹，便将狙击枪收起来，意念一动，他惯用的弓箭又到了手中。苏小童取出一枚新型的微型炸弹，将其绑在一支箭上，然后拉弓。送你一个炸弹，以后咱们互不相欠哦。说罢，他便把微型炸弹朝着戎羌大军最为聚集的地方射去，然后按下了手中的遥控器，微型炸弹瞬间炸开，但凡被那波动的能量扫中之人，无不当场送命。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徐将军瞠目结舌地看着苏小童，许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。苏小童走到他的面前，把坠子递过去。徐将军，你这个坠子真的变成一块小石头了。这陨石之前形如玉石般充满灵气，握在手里就能感觉到一股暖流直达心底，而现在真的和一块普通石头一样了。我把那些灵气都吸走了。这算是打退了戎羌大军的第一次进攻。徐将军听着大家的欢呼声，激动的眼眶都红了。苏姑娘，谢谢，实在是太谢谢你了。徐将军客气了。在下有眼不识泰山，没想到苏姑娘竟是如此能人异士。徐将军言重了，我是在听太子殿下的命令，太子殿下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太子殿下英明。徐将军说了，皇上那里有一大块陨石，你想干嘛？咱们打个商量呗。你去帮我把那块陨石弄完，我便答应你一个条件。一个条件太少了吧？那你想要几个？越多越好呗。你真贪心，3个，顶多3个。那行，3个就3个。一言为定。眼角余光冷不防瞥见几双眼睛向他们投来异样的目光。只见城门口几个士兵排列在一起，警觉地瞧着他和赵景川。在这里，所有的将士都认得你是太子吗？那些士兵究竟认不认识我，我并不清楚。倘若他们不认识你，那见你从城墙上下来，没必要以怪异的眼神看你。相反，你帮着打仗，他们应该对你怀着感激之情。倘若他们认识你，那就更不该对你不敬了。所以，那些人看你时露出的那点凌冽的眼神是绝对不正常的。你会不会是想多了？大雁吧，小平，你们在做什么好吃的呢？姐姐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听赵七说你饿，所以就来给你做吃的。我去城墙上逛了逛。姐姐，戎羌人正在攻城，你怎么敢去城墙上逛啊？你知道戎羌攻城，那你还有心情做吃的？我上不了战场，就是死，咱也不能做一个饿死鬼。确实好了，有10多天没怎么吃东西了，得好好补一补才行。有了，不过孙宇坤和刘志哥他们都留下来了。他们留下来干嘛？徐将军征兵，他们都去当兵了。他们都去了，你怎么不去？师傅，我可以去吗？算了，你再好好练练吧。你这上战场，一不小心死了，就浪费我之前的心血了。那其他逃荒的人也都走了吗？赵景川看他好奇，遂把徐将军发放粮食和劝百姓离开晋州城去京城的事告知他。发放粮食时，有好些新兵都没有家属吗？是啊。这么奇怪吗？在农村，谁家不是一大家子，孤家寡人的那种情况太少了，这不正常。你是怀疑？心下一惊，他倏然起身。你们3人立即跟我去一趟城楼。姐姐，我们过几天还得走吧？这里打仗，我们留下也帮不上忙，还得劳烦那些巡逻的兵大哥随时来提醒我们不要出去到处逛。有士兵来这里走街串巷的提醒吗？是啊，这些天都来了好几波了。能确定那些都是士兵吗？他们穿的都是新兵的衣服。我们过几天就走。小平，我们多做点干粮带着。也不知那种东西是从何而来的，若是能找到出处，再去买一些回来也好。应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恰好被他捡着了，就像你的那块陨石一样，只有机缘巧合才能遇到，强求不得。若是像陨石一样，那确实是强求不得。说了这事，赵景川便询问新兵名册的事。太子殿下要新兵名册有何用？战争中不可不防。太子殿下言之有理，是末将大意了。
新兵名册所在城楼的2楼，待去拿，却是发现竟不翼而飞了。实在是蹊跷，会不会是没放在这里，是记错地方了？没有，属下掌管名册都极为小心，不敢乱放。那谁会把新兵名册偷走了呢？泸州城的城门是在大战中被人从里面悄然打开的，现在新兵名册丢失，这种事咱们不得不防。徐将军，咱们可以查老兵名册，这样就可以把近日来新征的兵排查出来了。晋州城的老兵少说也有3、5万，这么排查所花的时间更多，看来只能把每一个营地里的新兵撤出来了。徐将军言之有理，只要不打草惊蛇，我们就不至于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。太子殿下，莫将担心，他们的目标还会是你。本太子的安危，徐将军无需忧心。眼下荣羌大军还在城外扎营，你防着荣羌大军再次攻城就好。几人都知道事态的严重性，各自分派了任务。赵七便一步不离地跟在赵景川的后面。反正那身手感觉比属下还厉害，要不咱们干嘛？要不咱们请他来给殿下您做侍卫，殿下看如何？你的意思是本太子的安危需要一个女人来保护吗？属下是想苏小彤姑娘的身手不弱，还心地善良，最主要的是医术还好，以后的生活中若是有她陪着，岂不是万事无忧了吗？殿下到了，也不知小平姑娘做的蒸饺还有没有？院子里，苏小彤悠闲地坐在躺椅上看书，拓跋峰在他对面的水井旁处理狼肉。看这些狼肉依然新鲜，苏姑娘的那个秘密空间真是太好用了。如果有苏姑娘帮着，那以后运送粮草之类的事不是就变得轻而易举了吗？傍晚时分，金黄的余晖从院子的上方笼罩下来，四周围都充满着静谧而安宁的气息。赵景川进入院子，目睹院中的景象，忽然羡慕起农家悠闲的生活来。人生似乎不需要大富大贵，像这般平平淡淡过日子也挺好。你还识字啊？笔画太多了，男人什么时候这字才能缩减一些笔画呢？字还能缩减笔画？那你去城楼询问的结果如何？不太好，新征的兵其名册都不翼而飞了。不翼而飞，看来军中还是被人混进去了。此前荣羌大军在宜州城、泗州城和泸州城都基本上是用这种法子来攻城的。这么说，荣羌人这是想梅开4度了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，暂时只能先把各营的新兵挑出来放到一边，让他们远离城墙。那就不怕他们在后方烧粮草、搞暗杀之类的？但目前也只能逐步排查，总不能把所有的新兵都杀了吧？容易从外面带来消息，荣羌大军退到10里外去安营扎寨了，夜里没有再次攻城的迹象。容易，你们有特别的渠道能打听到消息吧？有。那有没有听到桥本将军意外身亡的消息？桥本将军死了吗？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应该死得透透的了。大战之时，桥本将军在后方指挥，咱们这边的弓箭射不过去，他何以会死？那你觉得他何以会死呢？你是说你？别看他如此肯定，在场之人无不欣喜。那我再去打听打听，看那个老鬼子是不是真的死了。太好了，小童，你真是太让人刮目相看了。小童姑娘，你看我们少爷现在挺危险的，你能不能暂时充当我们少爷的护卫？我有这么一大家子需要保护，怎么顾得过来？好像也对。对而坐，潜心修炼。1个时辰后，房顶上忽然传来轻微的脚步声。苏小童睫毛一动，倏然睁开眼睛。来人轻功不弱。苏小童快速地拉被褥覆盖在枕头上，做出有人睡觉的样子。片刻，来人轻飘飘地从屋顶上跃下来，他把门打开，几个杀手一贯而入。苏小童双手一扬，几根钢针同时掷了出来。有人惊骇地叫了一声，紧接着身体就僵硬的动弹不得了。苏小童从暗处出来，你们是谁呀？大半夜的为何要来打扰我睡觉？几个蒙面黑衣人看见他，眼中神色大变。你不是太子？你看我一个小女子能做太子吗？这里住的何以不是太子？你的意思是太子就得住好地方，而其他人就只能住厢房吗？你到底对我们做了什么？何以我们都动弹不得？瞧你那举刀的野蛮动作，我若是不阻止你，你那刀岂不是就要砍到我的被窝上来了？大哥，你们也太狠了吧，刀上都是涂了毒的。你快放了我们，此番是我们误闯了姑娘的房间，我们与姑娘无怨无仇，并不会伤害姑娘。我如果不早些发现你们来了，现在岂不是都被你们砍死了吗？你们是来杀太子的吧？那太子与你们有何冤仇呢？你们出口便说太子，而不是凤离国的太子，可见你们并不是荣羌人。难道你们想要助纣为虐，促使凤离国大乱吗？你无需猜测，此事与你无关。你说的不错，是与我无关。语毕，他突然抬手，速度极快地拍过去，牙齿缝中的黑色毒药就被苏小童拍得掉出来了。这要见血就能封侯吧？你们对自己可真狠哦。赵七，你在不在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来刺杀你家太子的，结果找错了房间。你们不是在院子的周围安排了暗卫吗？难道那些暗卫都是吃素的？他们现在怎么了？穴位被刺，动弹不得了。你赶紧叫人来把他们弄出去，从他们的嘴巴里掏出点东西来。被抓到的杀手不堪重刑，逐一出卖同伙。赵景川立即派人去抓。
赵锦川，有没有查出那些人是什么身份？还记得那次在林子里你看到的杀手肩上的标记吗？记得，一个红色的飞鹰标记。就是飞鹰，他们均出自于飞鹰阁。他们杀了你这个太子，能有何好处呢？可能有些人想要趁乱除去我这个太子，好趁机上位吧。可是除去你，咱们凤离国会更乱。届时，某些心怀不轨之人，即便是坐上了太子之位，又有何意义？可能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来处理好这些事。内乱不休的情况下，谁会获益最多呢？冷月国和乌亚国，他们难不成也想横插一脚吗？倘若如此的话，那局势就会越发不可收拾了。看不出来，你一个小丫头，谈论起国事来，还能头头是道的。胡言乱语而已，还望殿下你不要放在心上。太子殿下忙了几天，饿了吧？这是你做的？也特意留给太子殿下您的。苏小彤，你是不是有求于本太子？太子殿下真聪明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有啥事你就直接说吧。我娘的头疼这几天是不时的就会发作，我用的法子已经压不住她的疼痛了，所以我想请你帮忙，整一辆马车来，我们过2天就启程去京城。启程？不能等我了吗？我想快些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，然后给我娘调配药方。你娘生的是什么病？你的医术如此高明，都无法医治。她是中毒了。一个山村里的农妇，还会有仇家给她下毒吗？那毒下在她的体内已经10多年了。自从中毒后，她的智力变低弱的如同孩童一般，根本就记不住以前的事。所以她10多年前到底是被谁毒害的，没人能知道。那好吧，我尽快的给你安排。次日一早，戎羌大军突然行动，晋州城被包围了，城里的百姓们都紧张了起来。大家储存的粮食都不多，如果战争持续1、2月，那大概率就要被戎羌大军困死在这城里了。显然，戎羌大军的意图就是困死大家。苏小彤也很是烦戎羌大军围而不攻的作战策略，真想去戎羌大军的军营里把他们的粮草全部搬来，可是精神力才勉勉强强的提升至1层，根本就做不到。他的空间还有一颗微型炸弹，不去出一口怒气，感觉会被闷死。试验。苏小彤怂恿赵景川带领几个士兵悄然出城。徐将军得知了赵景川出城的消息，着急的连夜集合大军，在后面跟着出去。于是两方人马连夜出动，眼看着就要进行一场激烈的战争。徐将军这么追出来，会不会吃大亏？早知道我应该先通知他一声。不会吃亏。取出微型炸弹，将其绑在剑端，然后开弓放箭。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倏然响起，徐将军立马带领大军冲了出去。小彤，那样的武器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我拢共就只有2颗，那天在城墙上用了1颗。要是再多有几颗就好了。我造不了那种威力巨大的炸弹，但做一些威力不太大的地雷，应该还是能行的。地雷？何为地雷？回去再说吧，我得先研究研究。怎么弄？去还是不去？去！戎羌大军此刻正被徐将军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，这是一个机会。我到时候量力而行，收不走的就一把火给他烧了。好，量力而行。粮食堆积在2个帐篷里，数量不多。苏小彤迅速将其收入空间。赵景川观察着他的精神状态。你有没有事？要不要我背你？不用，下次再让你背。咱们赶紧走，等戎羌大军返回来就不好脱身了。可惜没时间去别处找粮食了。能得这些也不错。荣幸和赵七等人殿后，等到大家都脱离了危险，已是半夜时分。赵景川，军中现在缺粮吗？很缺。徐将军之前拿1半粮食出来分发给逃荒的百姓，现在粮食见底了。那趁现在夜半3更的没啥人，咱们去一趟粮仓，今夜把粮食悄无声息地放进粮仓去。哇！临近天亮，徐将军凯旋而归，城中百姓得知了消息，无不欢喜雀跃。一只信鸽落在院子里，赵七解下信鸽腿上的书信，送到赵景川的面前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殿下，发生何事了？殿下。赵景川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那信上写了什么？我可以看看吗？苏小彤展开纸条。进而即刻前往吴州，与敌和谈，割3城，存10里，查歼灭。与敌人和谈，还要割让3座城池给人家。小彤，赵景川心中委屈，忽然难过的抱住苏小彤。苏小彤拍拍他的肩膀，以示安慰。赵景川，你有没有想过皇上让你这么做的含义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父皇这是想要停战，是吧？是的。这和谈之事是谁先提出来的？戎羌人先提起，然后朝中才派人来与戎羌人和谈。此事在7天前，徐将军就收到消息了。戎羌人已经占领了咱们凤离国的3座城池，说割让，其实就是让戎羌人占领的名正言顺一点。我知道，但就是不想将那3座城池拱手相让。你想打回来？可是，一直有人在背后暗杀你。你如果不先把这些人找出来，恐怕你还没把丢失的城池打回来，自己就先被人家暗杀了。你是说我父皇在保护我？不排除这种可能。存实力，除奸佞，你父皇对你寄予厚望呢？只是在夺回领土之前，国人都会认为是我将那3座城池割让出去的。偏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身为太子，你与常人不同，就更加要比常人有担当。你看我哪里与常人不同了？是不同。哪不同？你太帅了。什么帅？就是说好看，太好看了。苏小彤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拿我的脸说事？
容羌人再蹦跶2年，来日末将定然助太子殿下将容羌人赶出去，收回城池。有徐将军相助，本太子届时定能旗开得胜。小童，你以后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自己好好保重就行了。要不要我派一队人马护送你们去京城？不用了。次日一早，苏小童一行人离开了晋州城。半个多月过去，京城的大门终于出现在面前。大娘，你来多久了？3天了。那你知道那些官爷将我们聚集在此地是要干嘛？皇上半个多月前就下旨了，说是让这周围10座城池的城主理出什么方案，然后各自安置2万个百姓。怎么安置？就是帮着建立村庄，还给土地，让我们从此以后在这边扎根落户。还有这种事？宫里的公公把圣旨都传达下来了，哪能有错？这么说，奉天府的官员来给我们登记名字，就是想到时候按名字来分派下去吗？是这样没错。苏小童一行人被分到了杨柳村，据说走路只需要半个时辰就能到达京城。众人跟着李正、杨万友来到村里，苏小童把马车卖了银子，在一户人家租下了几间茅草房。姐姐，以后我们就住在这里了。我刚刚听人说，离杨柳村不远的那边就是明王殿下的庄园呢。明王殿下，听说他知道杨柳村有不少逃荒来的百姓，便把他的封地拿出来给大家租种，还3年不收田赋呢。倒是一个心善的。姐姐，我去杨里正那边先租几块地来。傍晚时分，苏小平终于回来了。姐姐，我租了30亩旱地。什么？苏小童惊得瞪大眼睛。30亩那么多地，咱们怎么种啊？姐姐不用担心，大风哥说了，他会帮我们种的。拓跋峰跟他的家人约定在京城相见，等他找到了他的家人，那他不就得走了吗？到时候你怎么种？姐姐，大风哥的户籍都已经入在杨柳村了，而且还是在我们家的户口上。换句话说，他现在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们的户籍这么快就入在杨柳村了吗？是啊。姐姐，我们还租了30亩水田。苏小童抽了一口凉气，那么多地，姐姐，3省的户籍不是和我们的登记在一起吗？所以我多租一点。那行，你多分几块地给他，咱们种不完，连1/3都种不完。姐姐，姐姐，怎么了？杨柳村又来了一波逃荒的百姓，这不是挺正常吗？你知道我在人群中看到谁了吗？谁？这样好了，你跟我再去看看。姐姐，你看那是奶奶和2婶他们吗？还真是他们，他们怎么也来杨柳村了？姐姐，你说奶奶他们不会又来找我们的麻烦吧？啥事？刚刚来的那些逃荒的百姓，都是要在我们杨柳村安家落户的吗？是啊。那咱们村岂不就有300来户人家了吗？像我们这种在杨柳村落了户的，还能改去别处吗？都是上面的命令，哪能说改就改呢？只要在某个地方落户了，就不能随意更改。不好了，姐姐，不好了！发生啥事了？奶奶他们要把我们的地给占了。怎么回事？慢慢说。李正让大家把租好的土地都让出去一些，分给昨天来的村民。奶奶他们听说咱们在这里，就直接请村里人带他们去看我们租的地了，还说我们租的那些地都是他们的，还真是没脸没皮的。姐姐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他们若是敢强行霸占，就要他们好看。按规定，种地必须得有租赁的合约，所以他们会来找我们的。苏小童，你出来，有啥事吗？1个多月不见了，你就以这种态度来对我老太婆？这一家人怎么一见面就打起来了？是啊是啊，我们租的土地与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何以要来与我们说土地的事儿？苏小童，你可别太狠心了。我们昨日才来，6个人才租了7亩旱地，你说这够养活谁呀？你们租的地少，去找奉天府的官爷呀！来找我干什么？你不是租了30亩旱地，30亩水田吗？这么多的地，你们哪能种得完？种不完也不管你们的事。娘，你别生气。不管怎么说，小童和我们也是一家人，他也不能不管我们的死活呀。二婶，你说错了吧？我们不是早都分家了吗？分家了。不瞒各位，我们确实是分家了。他把我们大房的一家4口分出来时，就只给了我们10几个土豆。众人闻言纷纷摇头。苏小童，你诬陷我老婆子，我那不是气恼你到处乱跑才说的狠话吗？别忘了，咱们当时可是请孙李正来做过证的。分家都得有契约书，请问你的契约书在哪里？奶奶，当时村里人都在，很多人都能证明的。闭嘴，苏小平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杨李正来了，大家快让步。孙李正，这苏家大房和苏老太太是否真的已经分家了？确实已经分家，此事我渔湾村的所有村民均可以作证。孙李正，我老婆子当时只是说来吓唬吓唬他们的，并不是当真要与他们分家啊。可你后来也没拿食物给他们啊。看吧，没必要吵吵闹闹的，以后出门岂不是要让大家笑话吗？小童，我们也不多哟，你给我们10亩旱地，10亩水田就好了。杨李正，既然我们已经签了租赁的合约，那我是不是就有权利来处置这60亩地？
那你想怎么处置？孙大伯，你家租了多少地？10亩。你家人口多，10亩地确实是少了。这样好了，我匀5亩旱地和5亩水田给你。真的吗？孙大伯不必怀疑，我向来说话算话。好，谢谢你，小童，谢谢你。苏小童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拿10亩地来便宜别人呢？在我们困难时，孙大伯帮过我们，现在他有困难，我们也理应报答。小童，你还有50亩地，那总得给我们20亩吧？杨大娘，你家租了多少地？我们租的地也是10亩，我也匀5亩旱地和5亩水田给你。小童，这让我怎么感谢你呢？娘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家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杨大娘也是帮过我们的。苏姑娘，你做的不错，大家看到了吧？我们应该要做一个善良的人，平时多做好事。苏小童，难道我老婆子对你们一点恩情都没有吗？到底有没有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不过看在我爹的份上，我便是匀2亩旱地给你也无所谓。什么？小童，2亩太少了，你不是还有40亩地吗？那40亩地也有我三叔家的16亩，还有拓跋峰，他也得分走16亩，这样我家就只有8亩地了。8亩地太少了，太少了。我再割让2亩给宋大伯。不用了，小童姑娘，你的好意大伯心领了，你家剩的地也不多了。宋大伯不必拒绝，我既然说出了口，就一定会做到。苏小童割让的土地，在大家的见证下签了合同，盖了手印。苏小童，你狠，你够狠！那么多地，竟然只给我们2亩，2亩地够干啥？杨理正，您也看到了，我和我奶奶完全水火不容。以前分家的事，他既然不认，那今日就请您为我们写一张断绝书。不要鲁莽，断绝书不是开玩笑的。请杨理正写吧，我绝不后悔。苏小童，我老婆子非不断，你为何不断？不想断就不断，想要如意，你做梦去吧。苏老太太不愿意跟苏家大房写断绝书，看样苏家的事以后还会没完没了的。孩子他爹，你给上面提个提议，让那些外来的逃荒的百姓另外组建一个村子，如何？这办法好，这办法好。他们那些人啥底细咱也不知道，将他们分出去，以后能省不少麻烦。姐姐自作主张的把你租的地让给别人是不对，可姐姐真的是不想让你太劳累啊。不过你放心，姐姐不会让你们饿肚子的。我相信姐姐。